少年为练绝世武功，甘愿任老头摆布，只因单身80年的老头手法无双，可将少年100斤的骨头塑造成99斤反骨。这种骨骼能让他轻松学会所有武功。他在的这个世界，武功与魔法并存，同时也妖魔遍地，异兽横行。这个名为艾瑞斯的世界，从不同次元召唤各类异界人，有能操控魔法的魔法师，也有武功高强的武林人士，但最常见的还是入门级新手，啥也不会，啥也不是，只能生活在最底层。少年程敏虽也是个入门级新手，但他已拥有6坤年的生存经验，只因前世的他已在此生活13年。仅为 C 级佣兵的他，曾过着下等人生活，没有天赋，没有背景，无法挤入上层社会。为改变现状，他努力寻找机会，终于被他找到一座不为人知的地下城。身受重伤后，他终于拿到里面的宝箱。临死前，宝箱中的石头散发耀眼光芒，将他送回13年前刚降临时。凭借前世经验，他拿到适合练武的一身反骨以及1级武功心法，只需1年后再拿到斗兽场的冠军奖品，他就能离开这个耗干价值的新手村。但想在这里活下去，每天都需要3万生活费，他必须努力提升实力，打怪赚资金。为此，他需要先购买一套合适的装备。拥有6万块的他本想全部买下，但光头大汉表示最少需要30万才行。程敏只能施展巧皇之舌，不断说服大汉。被说服的大汉果真同意，先将装备赊给他。拿到装备的程敏来到城外狩猎场，这让他不禁想起前世第一次来此的窘迫样。没想到这段回忆竟触发系统功能，凭借反骨，他瞬间学会前世的武功招式。随后他趁地精不备，从后方突然袭击，一招追魂枪被他使用的熟练无比，仅是一击就捅穿了地精的脑袋。但手上突然传来一股刺痛，此刻他的手心已被磨破，未经练习就出招，稚嫩的双手根本无法承受。不过他反倒开心不已，虽是一无所有的重生，但现在可是个全新的开始。接下来的2周半，他每天都出门狩猎，靠怪物身上的材料换取住宿费，还再次说服光头大汉获得价值150万的空间口袋。收下材料的旅店老板对他赞许不已，与其他入门级比起来，觉得他天赋异禀，但此话却让他一阵皱眉，心情瞬间跌落谷底。不等老板说完，便头也不回的离去。前世就因为没有天赋，到死他都只是个低等的 C 级佣兵，就连现在他学会的武功都是不入流功法，是只要知道招式口诀就能学会的那种。但无论他学得多好，都无法比肩1级武功。虽然他拿到一本1级武功心法，但只有心法没有招式，比不上真正的1级武功。唯一的作用便是能通过修炼增加内力。次日刚准备出门，他就被店长女儿罗拉叫住，询问他是不是又要去钻小树林，担心他如果因此死在那里该怎么办。对此程敏淡定表示自己是异界人，想活下去必须打怪赚钱。但罗拉却不认同，就算你是异界人也可以找工作养活自己，不然你就在我们旅馆工作，反正我爸挺喜欢你的。但程敏却当即摇头拒绝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去打工。不等罗拉再劝他，转身走出了旅馆。前世为了生存而妥协，他也刷过碗擦过地，忍受着冷嘲热讽，还要不断陪笑脸，只为能艰难的活下去就足矣。但这一世他不想再那么卑微的活，不管付出多少努力，他都要比上一世过得好。这时一阵钟声打断他的思绪，这代表又有新手被召唤过来。果然召唤点出现召唤漩涡，随即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人，此人是与他年纪相仿的武林人士，刚被召唤来显得有些慌张。他知道对方肯定会被那些坏蛋忽悠，然后送去缅北嘎腰子。果然不出3秒，混混团伙已经找上了对方。但程敏并不想多管闲事，前世的经验告诉他好人做不得。岂料刚转身离开，就撞到了一堵墙，抬头看去是个身高3米的壮汉。程敏刚准备跟对方道歉，结果壮汉却说自己锁骨被撞断了。没反应过来的程敏被当场揍飞，引来路人驻足围观，议论纷纷。大汉表示自己骨头被撞断，只是想要点赔偿，让他们哪凉快哪待着去。路人被壮汉凶狠的语气吓到，连忙选择避而远之。旁边正在忽悠人的小弟询问大汉有没有事，程敏这才发现几人原来是一伙，这下不想牵扯进来也没办法。而且眼前的大汉还是个3级武士，比他强的太多。习武之人分为3级到绝世几个等级，3级武士是其中最低的一个等级。程敏刚转世2周半，目前连3级武士都还未达到，所以肯定无法战胜眼前的壮汉。冷漠的吉比斯人也不可能帮助他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大吼着让那小子不要喝，点明水里面有麻药。刚准备喝水的武林小子顿时停下动作，并将水壶中的水全部倒在了地上。虽然感觉对方实力不行，但现在程敏急需帮手破解危局。他的举动惹来大汉的不满，声称要把他们卖给有特殊嗜好的贵族。说完抬腿朝他猛地踹来，关键时刻程敏连忙使出身法躲开，紧接着一招肘击朝大汉攻去，结结实实顶在了大汉腰子上。一旁的小弟被这变故吓得脸色大变。这时程敏使出一套组合拳再次招呼上去，一番攻击下来，大汉被他击退2米半，但大汉却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，只因程敏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。果然小孩子的身体使出的威力太弱了吗？一旁的武林小子被他的身姿吸引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努力战斗的他。眼见大汉挥拳攻了上来，程敏连忙拔出长枪准备再战，但这时武林小子突然出现在他身旁，你把刚才的话再对我讲一遍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程敏有些愣神，而大汉的拳头已到他眼前，此时想再抵挡根本来不及。但武林小子的手却后发先至，轻松抵住大汉的拳头，随后更是将对方击飞上了天。本就一脸懵逼的程敏此刻更加懵逼，看着大汉落地的地方已躺满小弟，程敏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武林小子，这实力完全是顶级高手层次。想到这里他更是一惊，莫非他就是
是小天魔魏迟然。武林中的魔教崇尚力量本身，魔教教主被他们称为天魔，其子则被称为小教主，而此人便是小天魔魏迟然。自小武艺惊人，扬名艾瑞斯的他，是程敏前世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但现在年仅13岁的魏迟然却出现在他房间，让他紧张的浑身冒冷汗。此时听他讲述完艾瑞斯世界，魏迟然觉得很有意思。听到这里没有魔教，魏迟然更是忍不住大笑。但回想起刚才程敏叫他不要喝水的事，他的脸色又瞬间阴沉下来，随即又大笑着嘲讽程敏胆大包天，竟敢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话，吓得程敏连忙向他鞠躬道歉。程敏虽屈辱的咬牙切齿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对方的强大让他生不起反抗的念头。魏迟然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再次露出蜜汁微笑，表示刚才他施展的武功真是一塌糊涂。感觉有被冒犯到的程敏气得咬牙，询问魏迟然到底想表达什么。但魏迟然接下来的话却足以改变他一生，以至于听完后他都久久不敢相信。少年明明天生五谷，却一练武就废，连武力值最低的3级武士都无法战胜，被天魔之子嘲笑空有一身五谷却是个废柴。少年背对的本想誓死维护自尊，但天魔之子的一句话却让他呆愣原地。小天魔魏迟然竟表示要亲自教他武功，有我教导你的实力应该能提升不少。但魏迟然让程敏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。此话一出，程敏震惊不已，这是要我现身的意思。结果魏迟然却表示要他做自己朋友。程敏瞬间绝望，已准备好接受命运，但突然他猛地惊醒，他刚才说了什么？做朋友？儿时的魏迟然曾让父亲给自己找一个朋友，天魔却表示他将来要继承自己衣钵，凌驾万魔之上，不需要朋友，大吼着让他将精力放在修炼上。在父亲的压迫下，魏迟然从未有过朋友。天魔还找来50个小混混给他实战练手，却被年仅10岁的他轻松歼灭。这等天赋，连天魔都感到惧怕，虽拒绝了他的请求，但天魔实则愧疚不已，真是遗憾。如果然而他是就好了，这便是他想要程敏做他朋友的原因。在他的世界观里，只要年龄相仿就能做朋友。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程敏却冷汗连连。没想到我也有和小天魔做朋友的一天。27岁的空巢老人竟和13岁的小屁孩成了朋友，说出去感觉会被笑掉大牙呀。但魏迟然可不管他怎么想，当即表示要教他紫阳神功。作为华山派心法的紫阳神功内力呈紫色，见程敏兴致不高，魏迟然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瞧你的意思是看不上这功法？感到寒气袭来的程敏连忙表示很喜欢。得到满意答复，魏迟然再次变得温和。他表示天魔神功只能教主和小教主修炼，但学了紫阳神功，他保证程敏不会后悔。在这之后的1个月，程敏的实力突飞猛进，独自来到小树林继续刷怪。他现在介于3级和2级武士之间，相比前世来说已是质的飞跃。但想起魏迟然依旧嫌弃的表情，内心的喜悦顿时荡然无存。就在他愣神的功夫，背后突然冲出大型怪物。拉开与怪物的距离后，程敏手持长枪严阵以待。这种大型野怪是群居怪物，出现一个代表附近有一群。程敏迅速朝左右观察环境，确认周围都没其他怪物后才放下心来。看来只是一只落单的野怪，我的运气还算不错。随即他手持长枪朝野怪胸口捅去，顿时将对方捅了个透心良心飞扬。还没开始表演的野怪当场领盒饭走人。程敏刚准备将野怪身上值钱的材料取下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，夸赞他年纪轻轻就武功高强，当真少侠风范。来人自称云中龙，是来自中原的异界人，人送外号草上飞的剑客。看着他腰间的凸起，程敏戒备地询问他想干什么。云中龙连忙解释是为野怪奥克的事而来，随后将程敏带回城镇，介绍给自己的同伴。女魔法师积极地向程敏讲解将要做的事。附近的奥克群荼毒周围村庄，搞得民不聊生。他们接下了铲除奥克的佣兵任务。云中龙也表示这次的任务赏金高达200万，加上战利品的总收入能到350万左右。按照他们的人数分配，每人大概能有70万，这么丰厚的酬金相当少见。程敏虽心动，但还是保持着该有的警惕心，毕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无法让他信任。而且这个云中龙他前世貌似见回想一番后，他更加确定了此人身份，但他并未说破，而是同意组队。这时他发现坐在一旁的背包客，询问云中龙这些是什么人。云中龙表示他们是入门级新人，这次是被我们招来运送行李打下手，不用太在意他们的存在，到时他们会自己跟上我们的脚步的。看到他的这副态度，程敏有些不爽，但也没多说，催促大家着赶紧上路。背后的云中龙一脸阴笑的轻声自语：没错，你确实很快就会上路了。准备妥当的众人很快便赶到奥克的部落附近。云中龙提议分成2组行动，这样就能快速解决部落里的50只奥克。他和程敏为一组，其他人组成另一组。抵达奥克的部落外围后，分成2路吸引出奥克，逐个击破。商量完作战计划，云中龙带着程敏出发。走在后面的入门级大叔明显有些不堪重负，程敏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毕竟他们已经走了大半天，这对于入门级来说确实难以承受。从大叔的身上他看到了前世自己的影子，曾经他也是这么的被不当人使唤。想到这里，他转头询问对方叫什么名字。他突然的问话让大叔有些意外，但还是老实回答自己叫布莱斯。程敏表示战斗起来无法保护他，让他选择是现在逃跑还是继续跟着，但布莱斯表示自己不能逃跑，否则下场会很惨。此话让程敏突然想起逃跑之人的下场，前世他可是切切实实的体会了一把。既然如此，他也不再多说，只得吩咐布莱斯保护好自己。这时云中龙出声打断他们，表示已经到奥克的领地，只要过了前面的木栅栏就是奥克的部落。说到这里，他掏出信号弹准备引诱奥克，但被程敏及时阻止了下来。程敏表示要先火点稀泥涂在身上，方便掩盖气味埋伏奥克。说完便开始在泥潭里翻滚起来。一旁的云中龙忍不住称赞他经验够丰富，随后在程敏的劝说下也跑到泥潭里滚起来。布莱斯刚想进去就被程敏阻止，表示泥浆已用完，自己重新给他弄一个。随着信号弹的发射，红色烟雾在空中异常显眼，部落里的众多奥克也察觉到了异常，
此时云中龙突然提议，我们让那个脚夫先过去如何？趁他吸引奥克注意力时，我们二人从后方突袭，这样效率岂不是更快？此话听得程明脸色阴沉，布莱斯也惊骇莫名，表示他上去的话会被那些奥克击杀的。云中龙邪笑道：“你去了可能会死，但你不去的话，现在一定会死。”布莱斯被吓得呆立，当场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云中龙的冷血让程敏相当厌恶，他当即起身表示自己先上，只要不是自己先上，云中龙当然没意见。此时众多奥克已朝这边走来，数量达到惊人的13只。程敏手提长枪从草丛中窜出，朝着其中一只猛地刺去，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的奥克就这样被他当场拿下手杀。趁其他奥克没反应过来，程敏再次出手拿下双杀。其实程敏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挺身而出，是出于善心还是多管闲事？不，应该是出于同情吧。同为入门级，他没办法做到视而不见。在这个实力决定一切的世界，他也更加坚定要变强的信念，否则迟早有一天会被人踩在脚下，如前世那般成为任人玩弄的废物。这时云中龙如约从后方发起突袭，将最后面的几只奥克解决，而布莱斯则陷入危机，一只奥克举起武器当场就要解决他。关键时刻程敏及时赶到，将奥克捅了个透心良心飞扬。解决完这之后，现场的奥克已全部铲除，他们的任务也算结束。云中龙将奥克的耳朵割下，以此作为完成任务的凭证，随后将耳朵扔给布莱斯，吩咐他将其收好。在他们出发与另一组会合时，与程敏擦身而过的布莱斯向他小声道谢。听到此话，程敏忍不住微笑，看来也不算白救。不多时，三人来到约定地点与其他人会合。云中龙口中说着大家辛苦了，却不动声色地点了下头。收到信号的蒙面男当即点头回应，紧接着朝远处的队友甩出手里剑。还在干饭的女魔法师猝不及防下当场中招，云中龙趁队友愣神之际举起手中长剑，却被早有防备的程敏及时挥舞长枪挡下。人表面上是受人尊敬的大侠，暗地里却是个无恶不作的屠夫，为私吞赏金随意挥剑劈队友。幸得少年警觉，及时挡下他的长剑，救下毫不知情的同伴。少年的举动当场将他惹怒，而少年程敏之所以能看透他的伪装，全因前世程敏还是新人时恰巧听闻一消息，为独吞赏金干掉同伴的云中龙被公开处刑。也就是那次程敏深深记住了他的脸，与如今的这般无二，一样的丑陋又让人厌恶。云中龙虽吃惊程敏刚才的反应速度就像早有准备一样，但对此他并未慌张。他见过程敏与奥克的打斗，凭现在的程敏根本无法战胜2级武师的他，程敏也深知这一点。不过自己虽处于3、2级之间，但面对云中龙迅猛的攻击招式，程敏却能看破他的攻击方向，再利用长枪1寸长1寸强的优势，便可轻松破解掉云中龙的攻击。拥有前世经验和小天魔训练的加持，程敏可不认为自己会输。但哪怕见识到程敏的厉害，云中龙依旧嚣张的不将他放在眼里。岂料刚准备放狠话，就突然口吐鲜血。见他不知所以然，程敏淡定表示他已身中剧毒。之前云中龙滚的泥潭里被程敏下了慢性毒药，不口服虽不致命，但也能让他发挥不出实力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是程敏始料未及的。云中龙竟趁机将布莱斯挟持，想让程敏投鼠忌器。之前程敏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，他认为程敏肯定是个心善之辈，只要布莱斯在手，程敏绝对不敢攻上来。但程敏吃惊的却是云中龙这白痴般的操作。他之所以同情布莱斯，不过是因对方与自己前世的遭遇相似，当过10几年佣兵的他可不会因为这点就心慈手软。况且连续战斗下来，他的内力即将耗尽，另一个同伴那边也需要他保存实力支援，所以不管从哪方面考虑，他都不会手下留情。这时布莱斯突然冲他露出微笑，随即用力将云中龙顶倒在地，但云中龙岂会被他区区一个脚夫压制住？变故发生的太快，程敏根本来不及救援，就凭你个贱民也敢反抗我？给我去死吧！赶来的程敏默默看着被压在下面的云中龙，脸色早已阴沉如水的他，对云中龙的求饶充耳不闻。这瞄准心脏的一击，让云中龙的聒噪声顿时戛然而止。可惜布莱斯也早已死去多时。将面罩男解决后，他们领了赏金，各奔东西。程敏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所，魏迟然开心地迎接他的归来，但程敏却自顾自倒在床上，内心充满了自责。要是我的实力再强一些，布莱斯应该就不会死了的。看出他状态不对，魏迟然询问他是不是杀了人。程敏惊讶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但还是将事情讲了一遍。魏迟然也解释是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，随后语气低沉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那你是在隐瞒着什么呢？”听到此话，程敏默默起身，假装听不懂魏迟然在说什么，询问是不是因为自己越级击杀的事。魏迟然无所谓的表示那很正常，学了紫阳神功的你要做到这一点很轻松。这段时间魏迟然游荡在大街小巷，试着去理解这个世界。他看到了很多阴暗面的东西，也了解到入门级的处境，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可怜，犹如蝼蚁般活在不为人知的城市角落。这点他倒是能理解，毕竟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，第一次杀动物都可能要做很久的心理准备。但程敏却在被召唤的第一天就进入森林刷怪，对此程敏反驳他那很正常，不这么做我就无法生存下去。魏迟然当然认同他的观点，但其他入门级就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他们虽知道却做不到，毕竟要冒生命危险去拼搏并不容易。程敏得意地表示自己不过是适应能力强罢了。见他这么会找理由，魏迟然继续提出下一个疑点，一句你没有天赋让程敏当场被扎心，但魏迟然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继续说出自己的疑虑。没有天赋的程敏却仅用2个半月练会长枪，而新手会犯的基础问题他从没在程敏身上见过。一个没有天赋的人能练习2个半月就学会武功吗？
说到这里，魏迟然的语气瞬间阴沉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听到此话，程敏试图做最后的挣扎，表示听不懂魏迟然在说什么。见他不上道，魏迟然语气充满杀意，我最不喜欢爱撒谎的人，别逼我。这股杀意让程敏明白没办法再装傻充愣，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何必如此强求？况且硬要拆穿别人的秘密，还算什么朋友？此话一出，让魏迟然努力思考朋友的定义，随后表示自己可以用一个秘密交换，但被程敏冷漠拒绝。他连忙慌张地表示可以再附赠一门绝世武功。你不是说我没有天赋，实力也弱吗？就算学了也施展不了，那我传自己2成的内力给你怎么样？程敏震惊地询问他为何要做到这一步。魏迟然淡定表示自己就是单纯的好奇，他想知道唯一的朋友的一切，当然也包括程敏的秘密，因为这就是他认为的朋友关系。见他如此执着，程敏彻底败下阵来，但要魏迟然答应知道后不会杀了他。魏迟然当即表示自己可不会对朋友下手，紧接着提出由他先说出自己的秘密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程敏彻底震惊。少年本是练武奇才，却被人打断全身骨头。朋友提出送他2成内力助他恢复，岂料少年不但不领情，还要朋友宽衣解带。但朋友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呆立当场，只因同住2月半的朋友竟是个女生。对此，魏迟然解释道：“我父亲认为只有男人有资格当魔教教主，所以我一直是女扮男装，这就是我的秘密。你的秘密呢？”程敏被这消息惊得不轻，无奈道：“让我先缓一缓。”接着，程敏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坚定地说出自己是回归者的秘密。魏迟然疑惑道：“回归者是什么？你在胡编乱造什么呀？”程敏解释许久之后，魏迟然渐渐接受了程敏的回归者身份。在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不过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干掉你？程敏解释，因为我实际年龄已经27岁，而我却骗你我只有14岁。魏迟然轻描淡写地说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一开始就是我主动接近你，是我主动要和你做朋友，也是我主动说要教你武功，而你一直以来都在迁就我。我们相处的这2个月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这2个月我很开心，这就足够了。听完魏迟然的话，程敏欲言又止，半晌之后，程敏深深鞠了一躬，谢谢你，魏迟然。情正浓时，魏迟然突然冒出一句，你修炼了2世，怎么实力还是这么低啊？这话把程敏的小心脏扎了个透心凉。不过魏迟然却突然站起身道，别灰心，我这就给你传功。内功是武林人士丹田中的气，这种气可使他们得到异于常人的力量，一般人只能通过不停修炼心法来提升内功，所以很少有人会把来之不易的内功传给他人。但魏迟然现在却愿意把2成内功传给程敏。魏迟然慎重叮嘱，你经脉不畅，我现在将我2成功力传给你，你能消化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传完功的魏迟然满头大汗，近乎虚脱，而此时的程敏却感觉身体充满力量，他不敢相信丹田里竟只是魏迟然2成的功力。程敏遗憾地告诉魏迟然，他只能消化1半左右功力。魏迟然安慰，没事，剩下的内功会融入你的气血。话还没说完，魏迟然已坚持不住，瘫倒在地。此时的他还不忘安慰程敏自己只是累了。沉默半晌，程敏低声问道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魏迟然微微一笑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啊，你不需要有压力，是我自己愿意这么做的。对了，刚刚说好还要教你一个武功的。程敏惊讶道，你还要教我武功？魏迟然默默翻了个白眼，我说了你不用有压力，也不用惊讶，就教你枪王用的9天5级枪吧。程敏感动不已，魏迟然谢。说了，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程敏摸着自己被打肿的脸，小声嘟囔，客气点也不行啊。话音刚落，程敏后脖梗一紧，下一秒就倒在了魏迟然身旁。此时他们的距离只有0.01米。魏迟然轻声道，程敏，我们来聊点有趣的事情吧。前世的我过得怎么样？你给我讲讲。程敏回忆道，前世的我听说你实力非凡，称霸世界。魏迟然听完开心不已，我就知道我肯定过得不错，不愧是我。程敏打断魏迟然，但是你1个月后就离开了，3年都下落不明，我那3年应该都在各地周游吧？毕竟被魔教教主头衔压了那么久，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，所以到这个世界还能遇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并且我打算1个月后就离开这里，我要去享受这个世界去了。魏迟然转头看向程敏，我会在1个月之内教会你9天5级枪，你放心。那你呢，程敏？你这一世想过怎样的生活？这个问题让程敏陷入上一世的回忆。程敏回答，这一世比上一世好就行。魏迟然不以为意，你这回答也太模棱两可了，你就没有什么梦想吗？程敏想了想，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魏迟然无语道，好吧，那你想好了再告诉我。现在我想听听你前世的故事，快讲给我听。程敏尴尬地说，我上一世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上一世的我没有朋友。魏迟然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，其实他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这一夜我们聊了很多很多。1个月很快过去，魏迟然勾了勾手指，程敏，让我来看看你这1个月的学习成果。程敏眼神坚定，这次对决之后就分别了，所以我一定会使出全力。魏迟然不解，以你的实力，难不成还想让着我？急火攻心的程敏当场提枪朝魏迟然刺去，程敏轻松躲开，还不屑的伸手比了个耶，我先让你20招。程敏被魏迟然刺激的近乎癫狂，不顾一切朝程敏攻去。男子发现同床共枕2月半的室友竟是女儿身，女生不仅不尴尬，还与男子继续同床共枕，彻夜长谈。只因男子是女生唯一的朋友，并且女生1个月后就要离开，为了朋友能够过上不一样的人生，武功高强的女生将自己的枪法传授给了男生。今天就是离别的日子，也是验收学习成果的日子。程敏全力以赴使出这1个月的所学。第一式，追魂一杀。魏迟然淡定伸出右手，面带微笑，轻轻一拨便破解了程敏的第一式。程敏不甘，继续向魏迟然攻去。第二式，分雷追魂。面对程敏的猛烈进攻，魏迟然连身子都不曾移动分毫就轻松化解。
还能悠然自若地表扬程敏的枪法有进步。魏迟然回忆起刚开始教程敏枪法时，程敏连枪法中最基础的拦、拿、扎都不知道。经过这1个月的练习，程敏已对各式枪法驾轻就熟。话不多说，程敏继续朝魏迟然发出猛烈进攻。魏迟然边轻松躲开边指导程敏进攻要领，不错，比刚刚好多了。此时的程敏已累得满头大汗，却连让魏迟然移动都做不到。他仅仅只用右手就能将我的招式全部挡下。原来这就是顶级高手的实力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魏迟然不知程敏心中所想，淡然道：“怎么，这就不行了吗？”程敏咬牙撑起身体：“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不行啊？第9式、第10式、11式、12式、16、17、18。”魏迟然轻松接下程敏的第19式后，淡漠道：“只剩下最后1式了，20。”呵呵。就在程敏以为要成功时，却不见了魏迟然的踪影。此时程敏后背一凉，身后的魏迟然一把右手放在了程敏的命门上。程敏默默说出了那3个字：“我输了。”这时魏迟然却对程敏说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程敏憋屈道：“哪里好了？全力以赴都打不过你的一只右手。”魏迟然否定道：“不是说你的武功，而是你敏锐的观察力。你可以感受到你看不见的东西，这是一种天赋，将来会成为你最好的武器。我已经开始期待10年之后的你了。”魏迟然继续对程敏说道：“确实，这场比试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，但是我对你展示出来的能力非常满。程敏，我们10年后再见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把我当成你的目标。每个人都要有目标，没有目标的人就像没有灯塔的船，只能随波逐流。10年后，我希望你能与我旗鼓相当。”听完魏迟然的话，程敏崩溃大喊：“我怎么可能和你一样厉害？你不理解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。”程敏泄气地低着头：“我们的起点就是不一样的。”魏迟然遗憾地看着垂头丧气的程敏：“你这令人厌恶的自卑感，前世自卑的你还束缚着这一世的你。”魏迟然这番话彻底惹怒了程敏：“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？我一无所有就被召唤到了这个世界，小心翼翼摸爬滚打，到头来还是一命呜呼。”魏迟然打断程敏：“你现在已经学到了这么多武功，得到了全新的机会，却还是没有目标，被你前世的自卑裹挟着，连努力都不敢。既然已经重生，那这次你给我闭嘴！”没想到我一个活了2世的人，竟被一个13岁的小屁孩这么说教。好，既然你让我以你为目标，10年之后，我一定要把枪刺进你的心脏。不可以，朋友之间哪能打打杀杀的？此时的气氛已尴尬到了极点，程敏尴尬到无地自容，刚刚不应该这么冲动的。此时魏迟然突然贴近程敏说：“那我们比武吧。”程敏回答：“比武，好啊。”魏迟然笑容灿烂：“10年之约，好期待呀！”魏迟然看着害羞的程敏就想逗他：“程敏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不然你为什么这么害羞呀？”程敏红着脸嘴硬：“我才没有，你还是个小屁孩呢。”魏迟然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：“程敏，你等着，10年后我会变成一个性感火辣的美女的。”比试结束，魏迟然已收拾好行李：“程敏，我们10年后再见吧。”魏迟然：“10年后不见不散。”魏迟然转头叮嘱道：“好好活着。”程敏微笑：“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活着。”从今天开始，两人便开始了各自的机遇。以程敏前世的经验，这个时间在吉奈斯可以获得3个机遇：第一个机遇五谷，第2个机遇天真心法，第3个机遇入门级比武擂台赛。此时已是魏迟然离开的第10个月，程敏首先选择了只准入门级参加的擂台赛。擂台上一个妖娆的大叔看着程敏不屑地说：“小屁孩也敢来参赛，趁早弃权吧，不然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大叔就已上了天。这段时间程敏早已达到了1级武士的水平，入门级比武获胜易如反掌，奖品是能够提升内功的圣灵丹。程敏当场便服下了圣灵丹，接下来就可以去拿剩下的2样东西了。离开前先去和朋友们告个别吧。程敏刚到集市就看到了熟人，汉斯叔叔您好啊！你好啊，程敏，听说你赢了擂台赛，恭喜你啊！谢谢您，我是来和您告别的。汉斯不舍道：“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。”不一会儿，他又大笑着拍了拍程敏的肩膀：“曾经那个刚入门的小孩都这么厉害了，真令人感慨呀。”接着他边找东西边叮嘱程敏，无论在哪都要会察言观色。程敏认真听着汉斯的教诲。这时汉斯终于找到了东西递给程敏，程敏惊讶道：“这不是空间口袋吗？”汉斯得意地说：“这个比你那个大了2倍，你以后会用得上的。”程敏不好意思地问汉斯为什么要给他。汉斯默默坐下：“就当我送你的离别礼物吧。如果你想报答我，那就等以后出名了，告知天下受过伤犯汉斯的照顾。”程敏感动的除了谢谢你3个字不知还能说什么。和汉斯告别之后，程敏回到了旅馆，恰巧老板的女儿罗拉也在。罗拉看到程敏直接问道：“你是要走了吗？”程敏回答：“是啊，我准备离开了。”罗拉无所谓的晃着脚：“我就说你怎么今天自己整理房间呢？确实是要走了呀。被召回到这个城市的异界人迟早会离开。”程敏回答：“是啊，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。”罗拉阴沉着脸说：“必须离开是吗？那你就死去其他地方去吧。”话音刚落，罗拉便生气的跳下桌头，也不回冲出了门。老板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对不起啊，他太任性了，麻烦你多体谅。”程敏安慰道：“没事，我理解，不用道歉的。”此时老板拿出一件披风递给程敏，虽然他看着不怎么样，但施加了保温和防御魔法，肯定能派上用场。程敏摩挲着披风，心里满是温暖和感激。突然老板激情四射地描述当年穿着这件披风那英勇无敌的模样。老板轻拍程敏：“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入门级，我相信你会成功的。”不正经的老板突然老泪纵横：“再见了程敏，保重啊！”和老板告别之后，程敏独自走在路上，忽然耳边传来急促的喊声：“程敏，等一等！”程敏转头一看，是从旅馆追过来的罗拉。因跑得太急，已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罗拉边喘气边说：“你就当我没说过。”程敏听不真切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罗拉满眼懊悔：“我说让你去死的那句话当我没说过，我希望你好好活着。”程敏无奈：“你就是为了这句话跑了一路啊！”我没放心上。罗拉犹豫着说：“你如果在外面撑不下去了，就回来，我永远都在这儿。”程敏淡定地回了声谢谢。可程敏的淡漠让罗拉不甘地抓紧了裙角。终于，罗拉鼓起勇气对程敏说出了那句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毒继父每天的乐趣就是折磨孩子，用各种毒虫做成面包给孩子吃，少年被迫吃到狂吐不止。在这之前，富二代女神向少年告白，却被少年无情拒绝。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刀的速度。程敏毅然决然踏上了修行之路，很快他便来到众神栖息之地洛斯山。进去之后会对身体或感官施加封印，以此提高修行效率。修行1年可抵别人3年。程敏犹豫片刻，便下定决心踏进了神山结界。反应不及的他当场双膝跪地，身体如千斤巨石动弹不得，甚至想要拿块面包充饥都变得无比艰难。程敏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啃到一口面包，但是下一秒程敏却狂吐不止。这时他才深刻体会到第二个封印的威力。程敏的第二个封印是味觉封印。所谓的味觉封印并不是让人直接失去味觉，而是让所有的食物都变得难以下咽。比如刚刚的面包就是各种虫子爆浆的味道，简直恶心的难以言喻。程敏绝望地瘫倒在地，他没想到洛斯山的禁令竟然这么残酷，身体动不了也吃不下东西。程敏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继续修炼了。就在程敏想要放弃时，恍惚间看到了魏迟然正一脸失望地看着他。我怎么可以放弃？我怎么可以忘记10年之约？此时的程敏疯狂地将蟑螂味的面包塞进嘴里，面目狰狞的大口灌着大便味的水。吃饱喝足之后，程敏咬牙切齿暗暗立誓，魏迟然，我一定会追上你的。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吃了1个星期的虫子面包，程敏准备打个牙祭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程敏猛地提枪朝小尼玛冲去，这气势把小尼玛惊得不轻。可爱的小尼玛闭上了眼睛，屏住呼吸，祈祷自己不要死得太惨。可是他憋了半天，实在憋不住了。请问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受到重力封印的程敏正在努力地把长枪扎向小尼玛。白白的凝泪，从小尼玛那欢快的步伐不难看出他此时是多么开心，而一边的程敏此时却已累得跪倒在地。天天只吃面包，再加上重力封印，使程敏严重营养不良，现在连活命都成问题，别说修炼了。沉浸在忧伤中的程敏抬头才发现远处竟有个人一直盯着他，没等程敏反应，那人便将刚刚那只小可爱猛地扔了过来。接着他走到程敏身旁，用树枝在地上写道：我帮你抓到他了，你吃吧。接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，原来他被施加了声音封印。程敏犹豫道：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帮助别人使我快乐呀。小尼玛只想说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你拿我送礼。而程敏并没有质疑女生，因为洛斯山有规定，在此山修行的人不能自相残杀。自此之后，两人经常互相帮助，虽然程敏一般是被帮助的那个。女生名叫白月影，程敏前世就听过她的大名，当时的她凭借一袭高强的轻功闻名天下。不过7年后，她还是香消玉殒了。杀她的人正是魔教教主魏迟然。正在程敏努力回忆她是在哪里被杀时，突然出现的白月影把他吓得魂都飞了。回过神来，程敏发现他新增了1个封印。原来白月影在洛斯山修炼已满半年，按规定又增加了1个封印。程敏很好奇，在这里修行的人都有着什么封印。白月影起身，想知道就跟我来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程敏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，白月影就没了踪影。呆愣原地的程敏此时满脑子问号，他到底是想让我跟，还是不想让我跟？1秒之后，白月影又回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你被施加了重力封印了。程敏无语，即使我没有施加重力封印，也跟不上你吧。白月影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把程敏扛上了肩头。你等一下，这也太丢脸了。在程敏的尖叫声中，白月影已到达目的地。只见程敏捂着鼻子一声不吭，只因其中一个修行者西加利施加的是洗漱和换衣封印，而另一个全身是伤的强壮男人是被施加了视觉封印的影魁。程敏面前的这3人在今后都是闻名天下的存在啊！此时西加利转头礼貌询问程敏被施加的是什么封印，程敏赶忙把捂着鼻子的手放下，是重力和味觉封印。西加利一脸同情，和白哑巴一样，一进山就被施加了2个封印，真可怜。这时坐在一旁的影魁终于开口，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追求力量与极限，但能够坚持半年以上的仅仅只有4个人。小子，我倒想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程敏好奇询问，在这里修行半年以上的有4个人，那还有一个是谁？3人沉默半晌，影魁沉声道：那个人，你最好别遇到他。从来不洗澡不换衣，臭气熏天，谁也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最强大的魔法师。只因来此修行的人都会被神山施加封印，西加利被施加的封印便是洗漱与换衣封印。这个看起来很吓人的男人名为影魁，是未来闻名世界的大剑术师。进入洛斯山的瞬间，他便被施加了视觉封印，因此现在是双目失明的状态。但他竟能以这种状态在洛斯山修行半年以上，程敏十分敬佩。而能在洛斯山修行半年以上的仅仅只有4人，程敏已认识其3，他很好奇还有一个人是谁。不过无论他如何询问，除了那人的名字，他们都不愿意再透露任何信息。不知不觉，程敏在洛斯山已修炼了4个月，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已逐渐适应自己被施加的封印，枪法和紫阳神功都提升了1级。虽然这种修炼方式很苦，可得到的甜也是成正比的。虽然每走一步都感觉骨头要碎掉，每一次挥舞长枪都感觉肌肉被撕裂，但我依然不想放弃，因为他在前面等着我。枪法真不错呀！听到声音的程敏忽地停住脚步，来这里这么久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看起来你和我年龄相仿啊。我叫洛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洛林。就在4个月前，白月影说过这个名字，他让我祈祷不要遇到这个人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能让另外3人如此忌惮？洛林走近不解地问：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回答我了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呢？程敏阴沉着脸转身，不好意思，我还要修炼。还没走几步，程敏突然发现手里的长枪消失了，转头一看，长枪竟握在洛林手中。程敏惊骇不已，他为什么能神不知鬼不觉拿走我的武器？此时洛林却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我只是看看，又不是不还你，别生气嘛。他看着手中长枪自言自语，刚刚的枪法是怎么用的来着？说罢，洛林直接举起长枪，使出了程敏刚刚练习的招式。一招过后，两人面前的树林几乎被夷为平地。程敏此时已被震撼的呆愣原地，他不仅看过一遍就复刻出了程敏的枪法，而且使出的枪法威力竟是程敏的无数倍。洛林看到程敏如此震撼，满意的笑了：我是不是比你厉害啊？
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么努力修炼，这些招式不是看一眼就会了吗？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很讨厌我。哑巴姐姐、瞎子大叔和恶臭阿姨都不想看见我只是想和他们做朋友，看一看他们的武功而已。程明此时总算知道白月影为什么说不要遇到洛离，这种万中无一的天才竟然真的存在，这是真实的吗？像我这种山底的尘埃，该怎么面对这种出生就站在山底的人？程敏失魂落魄，转身向远处走去，而洛林却仍笑呵呵地问程敏不要自己的枪了吗？程敏再也受不了了，冲着洛林大骂：你别再烦我了，你真的很讨厌。此时洛林嘲弄道：你为什么也讨厌我呀？我只不过觉得你们再努力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愤怒的程敏挥拳朝洛林砸去，可一道屏障挡在了拳头前面，洛林轻松打开了程敏的手。你忘记了洛斯山的规则了吗？你哪里来的勇气敢对我动手？无论程敏如何挣扎，都挣脱不开被洛林捏住的手腕。此时白月影默默闪现到洛林身后，洛林回身笑意盈盈：哑巴姐姐你来了，我只是想把长枪还给他而已。接着他回头继续对程敏说：谢谢你的枪法，我用得很顺手，不过你的实力太差，浪费了这厉害的枪法。看在学了你枪法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变强的好方法，在洛斯山修炼可以向洛斯女神申请增加封印，施加的封印越难。洛林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月影猛地捂住了嘴。程敏看着对面的两人，脑海中不断重复着刚刚洛林说的话，猛地一个转身，程敏疯狂朝着远处狂奔而去。白月影急切的想要喊住程敏，奈何被施加了声音封印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程敏越跑越远。此时的程敏已近乎癫狂，满脑子都是变强变强变强，他对着天空不甘怒吼：洛斯女神，请你出来！忽然程敏耳边出现一道声音：渺小的人类，召唤我所为何事？程敏因超负荷而鲜血淋漓的手紧握长枪，随着要求增加封印的声音落下，他进入到洛斯女神的结界中，第一次进入神之领地让他大为震撼。人类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考验女神洛斯宛如一片云朵悠然地漂浮在虚空之中。刚刚你说你想增加封印，可是我看你仅仅2个封印都快坚持不住了。程敏擦去嘴角血渍，坚定表示：我可以坚持，请您为我增加封印。洛斯女神仍在悠然地飘荡着，因为死过一次，所以不怕死了吗？程敏一惊：您怎么知道我已经死过一次？你这是在藐视神的力量吗？没有什么秘密能够逃出神的双眼，世间万物都有因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。程敏不解：请问我的重生也是因果吗？所有存在都会积累因，是缘还是孽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许久之后，白月影终于找到了程敏。此时的程敏正浑身发抖，瘫坐在地，看着满脸担忧的白月影，程敏颤抖着道歉：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白月影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告诉我，你增加了什么封印？程敏的回答让白月影难以置信。少年只要一睡着便会被无尽的噩梦缠身，只因少年为了变强，竟请求神给自己施加最痛苦的封印。白月影虽为程敏担心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询问程敏被施加了什么封印。而程敏的回答令白月影震惊不已，他竟敢同时增加2个封印，炙热封印，每时每刻都被无尽的寒冷所包围，即使燃烧身体都感受不到温暖。梦魇封印，睡着之后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东西都在梦中，睡觉将不再安宁。白月影担忧不已，精神和感官的封印最为痛苦，你会疯掉的。程敏打断白月影，像我这种没有天赋的人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别人，但是我有目标，我想要追上他就不能仅仅是努力而已。做这个决定我经过了深思熟虑，并不是因为洛林。听完程敏的话，两人沉默许久，看着程敏那坚定的眼神，白月影似乎理解了程敏，看来你的目标很强啊，那就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。说着白月影便在身上翻找起来，随后掏出一本秘籍放在程敏跟前。程敏看着手中的秘籍，惊讶又感动，这不是你的看家本领吗？你就这么交给我了？白月影坐到程敏身旁，因为你和我一样有遥不可及的目标啊，以后记得叫我师姐。程敏还是忍不住问出了那句话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人美心善呀。当我没问。这天程敏还是一如既往被噩梦惊醒，梦中的魏迟然打碎了他的丹田，砍了他的双手。醒来的程敏不禁抬起双手仔细查看，感叹着幸好是虚惊一场的程敏并没发现身后有人正悄悄靠近。魏迟然是谁啊？梦里都叫着他的名字，是女朋友吗？西佳丽慢慢靠近程敏，听说你施加了梦魇封印，是真的吗？说着，西佳丽上前便扒开程敏的眼皮，臭气辣得他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天啊，还真是2个最痛苦的封印！实在坚持不住的程敏转头呕吐起来。西佳丽紧张询问程敏是不是生病了，他没病，你别离他这么近就行了。就在西佳丽转头瞬间，尹奎迅速躲到了10米之外。程敏起身询问2位找他是有什么事吗？原来是因为白月影去求他们来帮程敏，他担心施加了4个封印的程敏再这样下去会死，所以西佳丽带来了全身家当，准备把适合的魔法交给程敏。你过来，我先给你讲讲什么是魔法。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瞎子尹奎大步朝程敏走来，让我看看你今天能坚持几秒。已被噩梦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程敏踉跄挪动脚步，谢谢奎叔关心，我会尽力的。在此之前，先得使用西佳丽教的魔法，否则程敏可能1秒都撑不下去。说着，程敏便伸出手指念起咒语，准备施展第1个魔法精神治愈。此魔法能够让程敏这段时间所受的精神折磨得到短暂的净化。第2个魔法则是针对重力封印的拔山之术，这在比试中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。不过即使有了2个魔法的加持，几招之后他还是累得瘫倒在地。这时程敏给自己施加了第3个魔法疲劳消除，这个魔法后遗症太大，并不能轻易使用，但为了提高魔法的熟练度，程敏不得不多加练习。一旁的尹奎鼓励程敏继续努力，下次争取撑到30秒。程敏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身体便不由自主颤抖起来。尹奎看着痛苦的程敏无奈道，看来炙热封印又开始折磨你了。说罢，他忽然伸手朝程敏腹部几个穴位点去。完事之后，尹奎告诉程敏，刚刚我给你点了几个阻断感知的穴位，让你能暂时减轻一点痛苦。虚弱的程敏向尹奎表示感谢，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能报答得了。不用谢，你好好休养吧，下次再来陪你对练。尹奎走后，程敏躺在
地上，脑海中思绪万千。他想不通重生之后遇到的人为什么都对他这么好。与此同时，在山的另一边，西加利与尹奎也正聊着这件事。西加利揶揄道：“瞎子，你今天去陪那小子对练了？”尹奎无声默认。哎呦喂，平常除了修炼从不关心任何事的倔老头，居然会陪人对练。尹奎回怼他：“你还亲自教他魔法呢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上心呢？”西加利沉默，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从第一眼看到那小子，就会莫名的想对他好。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年，程敏依然受着各种封印的折磨，却还是依然坚持不懈的修炼着。正在他修炼结束想休息一会儿时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。“你好啊，程敏，还在这么努力的修炼啊，没想到你居然能撑到1年，真令我刮目相看呢。”程敏并不想理他，自顾自起身准备离开。洛林急忙追上去：“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，你不想我吗？”我就说你怎么不说话，原来是施加了声音封印啊。此时洛林忽然哈哈大笑，居然和哑巴姐姐一样得到了一个最轻松的封印，这么轻松的封印应该又能继续在这山里多混一段时间了呢。程敏再也忍不住，挥枪朝洛林砸去，谁知洛林轻轻松松就接住了他全力一击，背负了5个封印，就这点能耐啊。不曾想程敏只是冷眼看着洛林轻蔑的笑着。程敏的反应让洛林始料未及，你笑什么？说话别用封印做借口，我能看懂你的口型。程敏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打压别人是你的乐趣吗？有本事你杀了我呀！话音刚落，洛林突然一把抢过程敏的长枪，反手一击便将程敏甩翻在地。你这臭虫，谁允许你这么对我说话的？真以为我动不了你吗？男子竟被比自己小的男生打得鼻血直流，嚣张的男生还嘲笑他趴在地上的样子真像只臭虫。只见男生轻轻一挥手，一圈蓝色的火焰便包裹上了枪身。狼狈不堪的程敏咬牙切齿瞪着洛林，羡慕吧？我轻而易举便能使用的剑气，你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学会。这世界是这么的不公平，你做的一直都是无用功。程敏坚定反驳：不，你说的不对。他的反驳出乎洛林意料，我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天赋而绝望，我正在以你做不到的方式努力蜕变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尝尝这长枪的滋味。洛林心中竟有那么一刻生出了些许敬佩，不过随后洛林还是不屑地笑了，现在满口豪言壮志，我已经在期待你到时候痛哭流涕的样子了。抱歉，那你恐怕要失望了，因为痛哭流涕的人将会是你。时间又过去1个月，程敏已在洛斯山修行1年，该施加新的封印了。程敏静静等待洛斯女神给他施加新封印，突然程敏痛苦地捂住耳朵，各种各样的可怕噪音不停歇地在耳畔回响。虽然这些封印每日每夜折磨着他，却仍没有让他放弃修炼。同时朋友们也仍在身边帮助着他，有为了让他枪法进步而陪他对练的尹奎，有指导他学习独门秘籍的白月影，还有亲自教他魔法的西加利。虽然程敏呕吐的时候会被西加利骂没有礼貌，这段时间让程敏最痛苦的莫过于声音封印，不过也不是毫无用处，至少因为噪音的关系听不到洛林那聒噪的嘲讽了。这天程敏忽然被洛斯女神召唤到他的领域，程敏十分疑惑，还没到增加封印的时间啊，女神为何让我过来？看着疑惑的程敏，女神微微一笑，因为你通过了我给你的考验。程敏不解，什么考验？我什么都没做呀。你好啊，程敏。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洛林把程敏吓得不轻。洛斯女神静静看着程敏，现在你懂了吗？不一会儿，程敏恍然大悟，洛林、洛斯，原来如此。在这座山修行的3人未来都是闻名天下的人物，而洛林的名字我从来就没有听过，并且洛林竟能无视这神山的规则打伤我，原来他只是洛斯女神创造出来的，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人。洛林凑近程敏，没看出来你这么聪明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女神给你们的考验，其他3人都没有通过考验，作为天之骄子的他们都无法挣脱这份绝望，而你却与他们不一样，我无法令你绝望。你虽没有天赋，却目光坚定，面对强者却从不妥协，你甚至主动要求更残酷的考验，自愿增加封印，这份勇气我很欣赏。不过你不准向其他人透露洛林的身份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程敏强调，我不是大嘴巴，不会到处乱说别人的秘密的。洛斯女神打断程敏，或者你把你的灵魂交给我，我可以赐予你想象不到的力量哦。灵魂给你？我不要。洛斯女神意味深长地笑着，不愿意交换吗？那真是可惜了，原本能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，现在却要像只虫子一样一点一点努力得到。虫子努力，曾经的我从未真正努力过，我只恨自己没有天赋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天才，毕竟我与天才的起点就不一样，并且天才更是不会坐以待毙等着别人超越，这怎能不叫人绝望？但是我重生了，命运给了我第2次希望，我有了朋友，有了别人所没有的机会，所以我会努力的，像爬虫一样努力到最后。听完程敏的话，洛斯女神沉默良久，眼神里似乎确定了什么，随即她转头自言自语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艾瑞斯可以召唤异界人并赐予他们技能，这绝非偶然，既然回来了，那必定有回来的理由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次回归。程敏听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洛斯女神想要表达什么，可还想继续开口的洛斯女神似乎正在忍受着什么。而此时随着碎裂声的响起，虚空中竟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入神之领域。洛斯女神怒喝，我的领域岂敢放肆，你想与我同归于尽就尽管过来。随着话音落下，对方似乎还是有所忌惮，空间裂缝渐渐愈合，一旁的程敏被刚刚的场景吓呆了，那是什么怪物，竟能和女神同归于尽？而洛斯女神只是淡淡的对程敏说，没你的事，回去修炼吧。说罢，还没等程敏开口，她便把程敏送出了结界。可程敏离开之后，她却仍注视程敏消失的方向良久。你应该能够阻止命运的终结吧？子每时每刻都被可怕的噪音折磨着，这不是耳鸣，而是洛斯女神为她施加的封印。声音封印已经是程敏承受的第5个封印，如今又过去半年，按照洛斯山的规则又施加了第6个封印。嗅觉封印，怎么来形容这封印呢？就像把脸埋进西加利的嘎吱窝，不间歇闻着她那陈年狐臭。面对西加利的威胁，程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毕竟长时间
间的呕吐早已让他感觉身体被掏空。此时白月影打断程敏：“师弟，跟我走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程敏好奇询问白月影什么事这么神秘。白月影犹豫着告诉他自己到了该下山的时候了。程敏惊讶：“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”不一会儿回过神的程敏想起白月影已经进入洛斯山修炼了2年，师姐本身就天赋异禀，2年时间肯定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了吧。白月影默默点了点头，接着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师弟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下山呢？”程敏语气低落：“我还不能走，现在的我离目标还很远。”听到程敏还要继续留在洛斯山，白月影忍不住失落，继而又担心起程敏独自在神山会遇到危险。只因这2年白月影相继承受了味觉与声音封印，他深深体会到程敏这段时间所承受的痛苦。正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时，程敏却猜到了他的想法，因为程敏太了解人美心善的他了。“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你不用为了我而留下来，去追求你的理想与目标吧。”程敏的真诚令白月影感动不已，他会心一笑，随即用仅有知觉的一只手一把将程敏拥入怀中：“你这小子不知不觉都和我一样高了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”拥抱过后就正式告别了。白月影不舍叮嘱：“师弟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，好好活着。”程敏会心一笑：“师姐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”白月影下山之后，西佳丽和尹奎也相继离开了，程敏又变成了一个人，久违的孤独感萦绕着他，这让他不禁想起了前世的自己，冷漠刻薄又自卑，不信任任何人。不过这一世不一样了，因为遇到他们，他不再孤单，因为遇到他们，所以他才能活到现在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程敏似乎想通了一切。随着想法的改变，程敏内心深处的墙壁轰然倒塌，他忽然感觉整个世界都豁然开朗，所有风景都变得不同。那一瞬间，似乎所有的封印都消失了，这是一种短暂而余味悠长的解脱感。接下来，程敏必须更加刻苦的修行。据前世记忆，白月影将在7年之后葬身魏迟然之手。虽然他不知道7年的时间自己能够到哪个程度，但是他必须救下白月影，所以还不够，努力还不够，封印还不够。第7个封印，视觉封印，世界变得一片漆黑，而黑暗中只有刺耳的噪音。程敏只是不断的挥舞着长枪，在无尽的修炼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思绪蔓延。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因为什么而重生？风吹在程敏的皮肤上，他感受到温度变了，但他依然在挥舞长枪。季节变了，但生活没有变。当他渐渐熟悉了黑暗中的一切，这天一道熟悉的声音却忽然传入了他的耳朵：“是时候结束考验了。”瞬间，程敏的所有封印消失一空。重获感知的程敏痴痴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听不见杂音，也闻不到恶臭，身体轻盈了，寒冷也散去了，身体被释放的感觉真的太好了。这时，洛斯女神打断了正沉浸在感叹中的程敏：“不知不觉你都在这山里待了3年了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努力活着，实属不易。你这样的修行者给我乏味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呢，所以我决定给你奖励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程敏受宠若惊，突如其来的奖励让他有些不好意思。“我想要学习之类的天赋。”“你怎么不说你想要天上掉馅饼呢？”原来也不是所有奖励都行啊。那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这时他想起自己发誓要拯救白月影，而他却不确定到时自己够不够强。程敏无奈问道：“我想在几年之后做一件事，你能给我做成这件事的东西吗？”洛斯女神满脸得意：“你需要的东西是时间，我可以赐予你。”程敏惊讶万分：“我没听错吧？时间也能奖励？”还没等他惊讶完，洛斯女神伸手一指，程敏胸口瞬间被施加了一道封印。去德雷尔找时间之神，把这个封印给他看。程敏无奈的表情让洛斯女神开心不已。通过时间之神的考验将会获得巨大无比的收获。紧接着他神色一凛：“不过他那里的考验可比我这里难多了，能不能通过就看你的了。”程敏满脸嚣张的咽了口水：“考验而已，轻轻松松小菜一碟。”洛斯女神直接无视了自信的程敏：“刚刚给你的是经受了3年考验的奖励，而你赢了洛林，所以还有一个奖励哦。”一个响指落下，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士瞬间出现在2人面前。男人身材健硕，却无感尽失衣衫褴褛，为上山修炼，自愿被神山施加封印。3年来，男人承受着无尽的痛苦，却从没放弃。山神洛斯被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，不仅解除了他所有的封印，还要给他奖励。随着一个清脆的响指声落下，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洛斯身旁。尊敬的洛斯女神，很高兴得到您的召唤。接着，男子起身向程敏自我介绍：“程敏先生您好，我是莱伯利公会的经纪人伯格。”程敏一头雾水，难道这个男人就是给我的奖励？幸好洛斯女神没听到程敏的想法，她对伯格说这便是她推荐入会的人。伯格略微躬身表示歉意，莱伯利公会对入会者可是有很高要求的，这位是否太年轻了？程敏听到这话顿时不开心了，什么破公会入会还有要求？以我这年纪有这样的实力，难道还没资格入会？你先说说你们公会是做什么的，我还得考虑一下要不要入会呢。伯格响指一弹，便给程敏介绍起了莱伯利公会。我们是一家无所不能的公会，帮助会员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。随着伯格的介绍，一道信息栏出现在虚空中，我们的业务还包括售卖各种珍贵的丹药。介绍完公会的伯格又礼貌躬身：“您是女神推荐入会的，我们当然十分欢迎。”程敏转头询问洛斯：“您也是他们的会员吗？”“对啊，我经常光顾呢。”程敏尴尬点头：“既然连神都是你们的会员，那我肯定要加入啊。”程敏阁下，欢迎您加入莱伯利公会。紧接着伯格拿出一份合约，这里需要您签个字，那里还要按个手印。手续办好之后，伯格敬业地收好合约。尊敬的程敏先生，恭喜您成为莱伯利公会的会员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又一个响指过后，程敏竟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与帅气的发型。看着惊讶的程敏，伯格礼貌解释：“这是您入会的小小赠品，希望您喜欢。”说完，伯格一个闪身便离开了。此时洛斯女神打断还在自恋的程敏：“这个奖励怎么样？莱伯利公会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。”程敏郑重感谢：“您的礼物对我十分重要，真心感谢您。”洛斯女神只是淡淡回答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这是你应得的。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不要忘记我之前对你说过的话。程敏郑重表示自己不会忘记。告别之后，程敏便下山了。此时的程敏已和上山时判若两人。忽然，一群不长眼的狼崽子堵住了程敏的去路。只见头狼伸着舌头，满眼贪婪，不曾想下一秒直接就迷息了。紧接着，程敏手起刀落，3秒之内解决了所有狼人。他们到死都不知道面前仅18岁的男人竟是顶级武士。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让程敏停下前进的脚步。下一站是贝格之城，那里才是一切开始的地方。据程敏前世的回忆，那座城有一副非常强大的魔甲。据他所知，这副魔甲偶然间被一名实力低下的佣兵得到，这名佣兵从3级实力瞬间变成了顶级高手，可想而知魔甲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。程敏这时候下山就是为了赶在这名佣兵之前得到魔甲，所以他现在必须先去贝格，以佣兵的身份打探到魔甲的踪迹。不久之后，程敏便到达了贝格的佣兵工会，他向招募者提出了加入工会的请求，招募者却拒绝了他，理由便是他年纪还小，任务危险。这时旁边一个满嘴饭渣的金发男哈哈大笑，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想当佣兵，真不怕死啊！话音未落，他手里的叉子竟不翼而飞了。原来是程敏竟在众人都未察觉的情况下拿走了金发男的叉子。招募者看着程敏手中的叉子沉默了，随即默默叹了口气，这小子竟然能使用剑气，是我看走眼了。招募者邀请程敏落座，并解释刚才多有得罪。接着他向程敏自我介绍，我叫博尔，是一名魔法师，也是工会会长，偶尔会过来看看。程敏心中波澜不惊，因为博尔说的这些他上一世就知道了，所以他才在今天过来。此时白尔边看资料边对程敏说，以你的实力，我们工会应该给予你 S 级佣兵称号。可是他却又突然面色凝重，但是我们不希望招募到没有实战经验的少爷，所以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适合的任务，考察一下你的实力，再给你职位，请问你意下如何？程敏毫不犹豫直接应下，他可不是什么没有实战经验的少爷。第二天，程敏便来到了工会安排的任务地点，为了他的安全，工会还派了另一名 S 级佣兵与他一同执行任务。这名佣兵名叫德鲁，是个话痨，一路都在与程敏唠嗑，还抱怨程敏这么内向肯定没有女人喜欢。可当他把程敏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之后，不知怎的一股油然而生的自卑感忽然充斥在心间。德鲁幽怨地念道，长成这样应该很多女人喜欢吧。不过开朗的德鲁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。突然德鲁表情一变，你有没有见过绿巨魔？程敏不安皱眉，没见过，但是我听说过。绿巨魔通身绿色，牙如利剑，皮肤更如铜墙铁壁般坚不可摧，并且力大无穷，凶残无比。这次就是因为有居民发现了绿巨魔的踪迹，所以委托工会来消灭他。说到这里，德鲁摆出一副大哥的架势，不过你不用太担心，对付他我一个人足够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说罢，两人继续在树林中寻找着绿巨魔踪迹。许久之后，德鲁终于面色凝重地停住脚步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？程敏不解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德鲁伸手比划道，据我俩刚刚的探查，这片林子并不大，动物也不多，而绿巨魔体型近乎5米且食量惊人，他应该不会愿意待在这里，因为在这里他根本填不饱肚子。忽然程敏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，他急忙喊德鲁停下，而德鲁转头一看也被吓了一跳，两人面前赫然出现一堆鲜血淋漓的动物尸体。德鲁面色凝重，徒手撕成这个样子恐怕也只有绿巨魔能够做到。可是程敏皱眉说出了德鲁未说完的话，可是这里却没有一点进食的痕迹，这确实很反常。程敏和德鲁忧心忡忡思考着该不该再继续探查，这时地面却突然出现猛烈震动，两人当即抽出各自的武器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他们同时看向对方，一个眼神便确定了彼此的想法，无论是什么东西先看看再说。两人毫不犹豫朝着震源方向冲去。森林里住着一只身高5米、青面獠牙的怪物，只因他长得太吓人，遭到附近居民的投诉，城中工会不得不派长得最帅的武士来将他驱逐。可当武士与同伴来到森林中寻找他的踪迹时，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食量惊人的怪物只是残忍地将食物撕碎，却并没有吃掉，这不像绿巨魔的作风。忽然一阵地动山摇，正在两人飞速朝着声音的源头冲去时，一头近10米高的怪物猛地窜出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程敏和德鲁被吓得呆愣原地。德鲁颤抖着对程敏说，这不是绿巨魔呀，怎么和任务里说的不一样？程敏此时也是眉头紧锁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但面对近在咫尺的怪物想跑也是不可能的，毕竟这怪物可是人为创造出来的终极怪物，传说中的麦拉缝合怪，并且缝合怪所使用的原型越强大，终极体也就越强大，而面前的这个缝合怪竟然以绿巨魔为原型。德鲁满头大汗，咬牙切齿，这种怪物根本不是 S 级佣兵能抗衡的呀！话音刚落，德鲁毫不犹豫扭头就跑，而怪物却没有急着去追逃跑的德鲁，只因怪物对脚下这个直愣愣盯着他看的人类更感兴趣。缝合怪二话不说，直接朝程敏一拳挥出，想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尝尝他的厉害。可是这时的程敏却没有任何动作，他很疑惑这怪物的拳头为何这么慢，直到拳头离他只有 0.01米，他才轻轻一闪躲开了缝合怪的攻击。他的速度连他自己都是一脸疑惑。不过程敏瞬间便反应过来，这不是洛斯山，他已不用承受重力封印，再加上白月影所传授的烛影之魂，程敏现在已经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。那么接下来该我表演了。烛影之魂第一式，一步无影。程敏轻轻松松躲过缝合怪的攻击，并用力一跃，9天5级枪第一式，追魂一杀。
一套连招过后，缝合怪竟然完好无损。躲在远处的德鲁将刚刚的战斗过程尽收眼底，他震惊于程敏的速度，更震惊于程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实力。可是这怪物居然强大到使用剑气都伤不了分毫吗？德鲁正下定决心准备加入战斗时，一声不用过来让他止住了脚步。原来是远处的程敏知道他要过来帮忙，用传音制止了他。程敏笃定表示自己一个人便可以战胜他。紧接着程敏继续向缝合怪攻去。9天5级枪第2式分雷追魂，一招过后，缝合怪虽然浑身冒烟，却还是没有一丝伤痕。一旁的德鲁心急如焚，他的皮肤太坚硬了，你伤不了他的。而程敏依然目光坚定，他将手中长枪一甩，紧接着猛地朝空中一跃，随即猛地将长枪狠狠扎进怪物眼眶之中。愤怒的怪物一把扯出眼眶中的长枪，狠狠捏碎。程敏得意地从空间口袋拿出备用长枪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莫名惊骇。只见怪物被扎碎的眼球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。以绿巨魔为原型创造出来的缝合怪拥有着绿巨魔的再生能力，他甚至比绿巨魔还要更强，一点小伤瞬间便能恢复。正在程敏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时，怪物以猛地伸手向他袭来。德鲁声嘶力竭喊程敏快跑，而此时程敏脑中却浮现出魏迟然的身影。枪法中的3个最基本的招式，拦、拿、扎，每一招都要反复练习，直到刻进骨子里。魏迟然，我每一天都在按照你说的反复练习，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，这是拦，往外旋转，反弹攻击，这是拿，向内旋转，收回敌方的攻击，这是扎，出其不意，一击必中敌人要害。被程敏扎穿膝盖的缝合怪轰然倒地。果然，再强大的怪物都有软肋，关节便是可以击穿的部位。不过这还不够，这怪物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，那么在它恢复之前继续攻击就行了。程敏一次又一次以迅捷的身法攻击着怪物，并将一把又一把长枪留在怪物身上，使他的伤口无法愈合。此时的缝合怪已被逼到穷途末路，怒吼着挥出全力一击，想要拍死面前的人类，可他哪里还有机会？程敏轻松闪开，并讽刺着怪物：慢，你太慢了，去死吧！结束战斗的程敏大口喘着粗气。短暂休息过后，程敏将怪物脑中的长枪拔出。此时一直躲在旁边的德鲁也走出来，他看着程敏的表情从震惊渐渐转变成了欣赏。不久之后，两人带着怪物尸体回到工会。会长博尔呆愣原地半天没蹦出一个字。平静下来的他为难道：虽然你完成了 SS 级的佣兵才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可是我们没有一出手就给 SS 级的先例啊。程敏无所谓，那就 S 级吧。接着工会把程敏应得的报酬和佣兵牌交给了他。出了工会走在街上，程敏还是觉得不真实。整整5000万，这是程敏前世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毕竟上一世自己即使拼了命也才能拿到10万。程敏将钱放入空间口袋时，不经意看到了自己破旧的长枪，是时候给自己换个新武器了。不多时，程敏来到一处僻静的角落，呼唤伯格。一瞬间，伯格便出现在程敏面前。尊敬的程敏先生，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伯格，我需要一柄坚韧无比的长枪。伯格敬业地打开资料窗口，长枪有很多呀，请问您想要成品还是定做呢？刚拿到5000万的程敏毫不犹豫选择了私人定制。伯格提醒程敏，定做的价格会很贵，要有足够预算哦。程敏一惊，难道5000万都还不够吗？伯格解释道，能与莱伯利合作的铁匠都是世界顶尖的，所以就比较贵哦。看着满头大汗的程敏，伯格略微思考了一下，这样吧，看在您第一次在我们工会消费，我帮您找一个稍微便宜点的铁匠吧。不多时，伯格便联系到了一位铁匠。一个响指落下，程敏面前的虚空中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。做完这一切，伯格便悄咪咪离开了。程敏看着空间裂缝，惊讶不已。莱伯利工会到底什么来头？一个经纪人竟能撕裂空间，而空间裂缝中的画面更让程敏难以置信。这精灵竟是一名铁匠，专为强大的佣兵打造专属兵器，并且他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铁匠，找他打造兵器可不便宜。而这名预算不够的男子却恰巧找上了他。程敏看到他的第一眼便满脑子都是疑问：你居然是个铁匠？塞尔不屑道：怎么，女生不能当铁匠吗？废话少说，你想要定制什么兵器？程敏拿出长枪，这是我使用的兵器，我想重新定制一把更好的。塞尔低头仔细观察程敏的长枪，打造这个没问题，不过你能给我演示一遍你所使用的枪法吗？程敏为难道：武林中人不能随便展示自己的武功。塞尔略显不爽，难道你还怕我偷学你的武功不成？我必须看到你的武功，根据你的招式来打造武器的细节。此时塞尔似乎想起了什么伤心事，虽然我的起点比不过天赋异禀的铁匠，可是努力了380年的塞尔自认为现在的自己并不比他们差。听到这话，程敏竟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感觉，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一路爬上来的人，我愿意给你看我的武功。塞尔惊讶地转过头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程敏坚定说道，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塞尔心中感慨万千，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信任他的人。这个男人和别的武士不一样。红着耳朵的塞尔假装冷酷，放心吧小子，这笔买卖绝对会让你物超所值的。不久之后，程敏又来到了佣兵工会，会长以为他是过来接第2个任务的，谁知程敏竟是想看看麦拉缝合怪的尸体，只因缝合怪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怪物，而上一世并没有被发现。程敏放心不下，会长理解程敏的想法，并且击杀怪物的程敏有权利去看。不一会儿，程敏来到了贝格魔法师工会，缝合怪交由黑魔法师金宇调查。他一看到程敏便热情地握住程敏的手表示欢迎，可突然他却又脸色阴沉地盯着程敏，难得见到身上有这么多秘密的人啊。说完他又放开程敏，表示刚刚是在胡说，不要在意。程敏眉头紧锁，询问关于缝合怪的调查进展。金宇表示缝合怪身上有着很多高级魔法，制造这怪物的必定是位高级魔法师，并且制造者还将这怪物的嘴缝上，利用饥饿感使他残暴测试他的潜能，其他的还在调查中，你有兴趣再继续关注吧。犹豫之后，金宇还是忍不住向程敏问出自己的疑惑，你的因果法则为什么能乱到这个程
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疯掉的。程敏眉头紧锁，询问他因果法则错乱有什么后果。金宇却让程敏先说出自己的秘密。程敏表示自己和他不熟，凭什么相信他不会把秘密说出去？此时金宇突然向魔神发起了不适。程敏见他发了誓，便告诉了他自己是回归者的秘密。金宇恍然大悟，违背了生与死，果然是积攒了很多罪孽啊！随即金宇阴森森念道：回归者死后会陷入无尽的折磨，而且你不光是因果法则错乱。而且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法继续说了，再说下去我小命就没了。程敏被七窍流血的金宇吓得呆若木鸡，金宇边擦着满脸的血边下了逐客令。离开魔法师公会的程敏久久不能平静，回想当初洛斯女神也是想对程敏说什么，却被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威胁着。正在程敏百思不得其解时，身后却有人叫住了他。只见一个红发女生亲切地喊着他的名字。程敏好奇询问对方是哪位，红发女生气急败坏吼道：你个忘恩负义的疯小子，我是西加利亚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，真是白教你魔法了。程敏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臭气熏天的西加利和眼前的美女联系起来。骗子，你竟敢冒充西加利，你小子找死吧！发泄完的西加利问程敏来魔法师公会干嘛？程敏连忙回答找金宇魔法师有点事。西加利告诫程敏少和那疯子打交道，接着他便向程敏告辞了，还不忘叮嘱程敏被欺负的话尽管来找他。不久程敏便接下了公会的第二个任务，这次的任务搭档依然是话痨德鲁。程敏和德鲁在任务中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善良的德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伙伴。就这样过去了3个月，这天他们照旧拿到了丰厚的赏金。正在德鲁喊程敏去喝酒庆祝时，会长罗尔却打断了他们。程敏，有个人想见你。姐早已嘱咐弟弟不要和坏人打交道，而弟弟却悄悄见了这个七窍流血的怪男人。姐姐一怒之下将不听话的弟弟揍得面目全非。平息怒火的姐姐终于满意离开，不过临走还是不忘叮嘱弟弟被欺负记得来找姐姐。程敏满脸无奈，能欺负我的也只有你了。这天程敏领到任务奖金，正准备和兄弟去喝酒庆祝，工会会长却阻止了他们，只因有人点名要见程敏。这人竟是鼎鼎大名的火焰佣兵团团长吉伦。传说中的火焰佣兵团是100人以上的大型佣兵团，而团长吉伦更是贝格之城仅有的3名 SS 级佣兵之一。前世程敏就听说过他的大名，甚至十分仰慕他，而现在这位大人物就坐在程敏面前，看着偶像，程敏不禁有点紧张。吉伦直接开门见山，废话不多说，18岁的顶级高手我很欣赏，加入火焰佣兵团吧。他见程敏呆愣原地，以为程敏觉得他诚意不够，于是吉伦拿出一个盒子推到程敏面前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手下，便可以得到这颗小还丹。程敏欲言又止，吉伦本就是他前世所仰慕之人，其实不用这么贵重的礼物程敏也会考虑的。不过这时吉伦却又拿出一份合同，让程敏考虑好就在合同上签字。合同上的内容却看得程敏皱起了眉头，这时吉伦却无所谓的表示要求也不多，只需要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就行。此时的程敏已是一脸不悦，而吉伦仿佛没看到程敏的表情。威逼利诱表示工会资源很好，入会之后灵丹妙药可不少，做人要识时务。看到程敏回来，德鲁着急询问程敏答应吉伦的要求没有。程敏坚定回答当然没有啊，那种合同和卖身契有什么区别？德鲁苦恼不已，那我们就得离开贝格之城了。吉伦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他喜欢把实力强大的人都牢牢控制在手中，否则他就会除之而后快。想当初德鲁就是因为拒绝加入火焰佣兵团，被迫去了别的城市发展。说到这里，德鲁不甘地往嘴里大灌了几口酒，而程敏也因为偶像形象的崩塌而心情复杂。忽然又乐观起来的德鲁提出了一个好建议，听说制造缝合怪的黑魔法师找到了，我们加入征讨队伍吧。与此同时，程敏所定制的长枪也完工了，密银融合了黑光铁的长枪无坚不摧。程敏非常满意，更惊讶于长枪的精致。伯格向程敏介绍，这长枪不仅原材料贵重，并且上面的符文可以吸收魔力，便于你更好地使用剑气。他意味深长道，看来塞尔真的是很喜欢您啊，这段时间您虽然挣到的钱都交给了他，但这些钱仅仅只够买原材料而已，这把长枪相当于他免费为您打造的。看着震惊的程敏，伯格只是默默说了一句话便告辞了。回想着伯格最后说的话，程敏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如果我身上真的有什么不知名的力量能让人产生好感，那大家对我的好也许全是假的。这时没心没肺的德鲁突然窜了出来，程敏呆愣愣看着德鲁，德鲁也呆愣愣看着程敏。单纯的德鲁完全不知道程敏此时心中所想。没一会儿，他依旧没心没肺的搂着程敏，商量着征讨黑魔法师的事。这时火焰团长吉伦的出现打断了他们。程敏因他的出现眉头紧锁。据程敏所知，前世火焰团并没有参与黑魔法师的征讨，难道是这一世因程敏的参与，所以改变了轨迹吗？此次的征讨队一共27人，其中竟有9人都是火焰团的人。突然德鲁拔出长剑摆出架势，程敏别怕，谁敢伤害你就会死在我强大的剑术之下。看着可可爱爱的德鲁，程敏忍俊不禁，他打心底感谢德鲁对他的好，可他又忍不住想起了伯格说的话，算了别想了，无论如何德鲁都是我的朋友。这天终于到了征讨黑魔法师的日子，27名佣兵浩浩荡荡朝目的地走去。打头阵的是级佣兵王石，他是一名外功高手，身体如石头一般坚硬。突然间他的身体不知被什么东西给劈开，飞出的上半身狠狠撞上了后面的同伴，速度太快，连被撞的同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男子花了数十年练就一身钢筋铁骨，却还是被敌人轻松斩杀，只因他们小队闯入了一处不知名洞穴。洞穴中竟潜伏着无数怪物，同伴们拼命与怪物搏杀，最终还是损失惨重。实力最强的吉伦假惺惺表示遗憾，但却只有他的手下毫发无损。精疲力尽的程敏和德鲁恢复着体力，征讨黑魔法师的小队刚进洞穴就损失了11人。角落里的女孩颤抖着想要回家，会长博尔却不想放弃，因为这时候打道回府将对不起牺牲的队友。于是心情沉重的众人继续深入洞穴。不久之后，前方突然出现一道门，经过魔法师博尔的探查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而门内仅仅是个寻常的藏书阁。博尔为了节约时间，安排众人分开探查。这时程敏却觉得此地异常熟悉，上一世有个佣兵得到了一副非常强大的魔甲，喝醉的佣兵透露了魔甲的所在地，恰巧被酒馆打工的程敏听到了。洞穴、门、藏书阁，不小心碰了某一本书，程敏按照回忆在书架上不断摸索，竟真被他打开了一条暗道，而程敏不知道吉伦竟一直跟着他，真了不起啊！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条暗道的？我偶然发现的。竟然躲开了我的攻击，确实不能留你了，你这小人，我就知道你图谋不轨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程敏惊惧，德鲁小心，就凭你俩就想打赢我？白日做梦！吉伦说的没错，以程敏两人的实力根本不是吉伦的对手，但是他们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程敏扭头抱起地上的德伦就往地下狂奔而去，找到魔甲他们就有胜算了。当他们到达暗道深处，魔甲果然在这里，喜出望外的程敏急忙朝魔甲跑去，却没注意到背后的德鲁如临大敌。德鲁视死如归，朝前冲去。吉伦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武器不错呀，受我一拳竟然没断。说罢，吉伦一脚踢开了程敏，自顾自拿起长枪仔细观察起来，却没发现程敏的血竟诡异的往上涌。一旁的魔甲安静的吸收着程敏的血液，忽然间魔甲竟自动附着到程敏身上。吉伦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身穿魔甲的程敏宛如战神降临。吉伦被吓得满头大汗，摆好架势等着程敏发难。空气突然安静，眼看程敏没有动作，吉伦当即一拳轰去，程敏依旧毫无还手之力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穿上了魔甲却没有任何变化。正在吉伦想给程敏最后一击时，身旁突然冒出一个黑影，吉伦猛地朝黑袍人一拳轰去，用尽全力却无法伤到黑袍分毫。目睹一切的程敏震惊无比，而黑影却面朝程敏阴森森说道：“扭曲的灵魂真是个不错的祭品啊！”与此同时，听到动静的一行人急忙朝着他们冲来。黑影看着他们，缓缓伸出手指，众人还没来得及跑，瞬间就被轰成了渣渣。接着黑影继续默念咒语，将还存活的人都捆了起来。此时黑影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他便是制造出无数麦拉缝合怪的黑魔法师里奇。里奇终其一生追求造物之法，甚至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献祭给了魔神，换来了永生。而实现愿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，将你这因果法则扭曲的灵魂献祭给魔神，那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。出瑶瑶，入冥冥，气通神，神归来。伟大的恐怖魔神，您最虔诚的信徒召唤您，我为您献上最甘美的祭品供您享用，请您收下祭品。拒绝祭品。里奇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怎么可能？您怎么会拒绝这因果扭曲的灵魂？直到回归现实，里奇都还是没想通为什么。愤怒的里奇死死掐住程敏的脖子，疯狂质问程敏这到底是为什么。程敏紧咬牙关，视死如归。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只能搜寻你的记忆了。这可是直接破坏大脑的搜寻魔法。男人面目狰狞，痛苦万分，只因他正被黑魔法师献祭给了魔神，可魔神却拒绝接受这个祭品。愤怒的黑魔法师将男子折磨得昏死过去。不久之后，程敏猛地惊醒，他居然还没死，而刚刚还在折磨他的黑魔法师也不见了。程敏颤颤巍巍起身准备离开，这时却忽然听见有人在说话。谁在说话？你在哪里？我叫艾德，是金色魔塔主，应该是在你位置的地下深处。我现在身负重伤，希望你能带我出去。程敏思索半晌，我怎么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艾德念起咒语，我以魔力起誓，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，并且如果你将我带出去，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。程敏思索片刻，便来了艾德所说的地方。艾德如释重负，他可是把一丁点动静都当成了救命稻草，看来真是命不该绝。这是吉伦的尸体。程敏不可置信地询问艾德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艾德平静地让程敏带他出去后再告诉他来龙去脉，不过出去之前先把那东西解决了。艾德所指的方向竟悬浮着一颗黑色心脏，这是黑魔法师里奇所制造的黑暗之物，必须毁掉。程敏郑重表示自己会尽力的，说罢直接拿起长枪朝心脏刺去。这时被刺中的心脏突然伸出无数触手袭向程敏，可一瞬间便又消失了。正在程敏疑惑不解时，时间回到程敏晕倒后，此时的里奇正跌跌撞撞往山洞外跑去。本来他正对程敏使用读取记忆的魔法，不知为何魔法竟反弹了。现在的里奇受伤严重，并且魔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不过刚刚抓来的这些人正好派上了用场，里奇一个接一个将他们吸干补充魔力。正在他准备将装睡的吉伦另作他用时，突然出现的艾德打断了他。10年了，你可真让我好找啊，里奇。
直到现在你还在做着那恶心的研究，真是不知悔改。看来你受了很重的伤，那我处理起来就轻松一点了。被逼到绝境的李琦此时只剩唯一的办法了。虽然这2颗心脏还只是半成品，这种处境也只能先用掉1颗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便是我多年的研究成果。我这么多年的夙愿终将彰显于世，只要靠这个半成品度过此劫，我还能把另一个做成完美的作品。艾德怒吼：“别做梦了，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的。”说罢，艾德瞬间施展出自己最强的魔法。李琦惊恐万分：“女儿，快去杀了他！”女孩紧紧往前一站，艾德轰出的强大魔法竟瞬间消失了。艾德满脸不可置信，这是什么怪物？竟然无需咏唱便能施展化解魔法。而此时女孩却没有继续朝艾德进攻，她只是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爸爸，我饿了。”下一秒，吉伦的心脏竟被她挖了出来。少女满足地舔舐着手指。时间回到现实，被陈敏救出来的艾德说着感谢的话，并告诉陈敏，刚刚所说的一切便是陈敏晕倒后所发生的事。之后为什么李琦没有直接杀掉艾德？大概是因为女孩还不太好控制吧。而陈敏准备对心脏动手之前，艾德便晕倒了，所以并没有看到心脏进了陈敏体内，否则陈敏还不知道艾德会做出什么事来。艾德曾许诺过要给陈敏报仇，而陈敏并没有想好要什么，他让陈敏想好后随时来找他。据陈敏前世所知，艾德似乎就是死在了某个山洞里，本该死掉的人因他的重生活了下来，而本该活下来的人却因为他而死去了。在他眼里，吉伦是当之无愧的强者，可依旧有人能将他轻而易举击杀。自从绿魔怪的任务后，陈敏就没这么沮丧过，他还太弱，还需要再努力往上爬。当陈敏还沉浸在忧伤中时，有人忽然叫住了他。金宇关心询问陈敏的伤势，陈敏礼貌回应自己并无大碍。这时金宇却一眼看中了陈敏的铠甲，他请求陈敏让他仔细研究一下。陈敏犹豫片刻答应了他。开心的金宇立刻转换为授课模式，你身上的魔甲是签订强制契约的工具，它能绕过正式契约直接签订奴隶契约，也就是铠甲可以让3流佣兵直接成为顶级高手。作为代价，他死后的灵魂归魔王所有，而这并不受穿戴者意愿影响，而你穿上铠甲却没有任何变化，这倒是很奇怪。不过这存在着2种可能，第一种可能是你没有什么提升空间了，第二种可能是你已经签订过契约，并且契约者比魔神更强。我觉得后面一种可能性更大。男人得到了一副会吸血的魔甲，他却不知这副魔甲是有主的。男人本应被魔甲的主人强制签订奴隶契约，可他的朋友却告诉他，他的灵魂早已不属于自己。程敏惊惧，他怎么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已经签订过契约？而金宇却没有继续回答他，只是对着魔甲施展了一个小魔法。程敏身上的魔甲瞬间消失，紧接着变成了简单的镯子，便于随身携带。金宇得知程敏被献祭给了魔神，却没有被接受，他反问道：“这么强大的存在都无法接受你作为祭品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程敏还想继续问什么，金宇赶紧阻止了他，他可不想再血溅当场了。程敏不禁胆颤，金宇的意思不就是他的灵魂已经被更强大的存在收购了吗？平静下来的程敏向金宇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让金宇震惊不已。李琦制造的黑色心脏居然在你身体里，这超出了金宇的知识范畴。他建议程敏去找神问一问。这时候程敏想起了洛斯女神当初给他的奖励，程敏决定事情结束后就去找时间之神。随即程敏向金宇表达了感谢并告辞了。刚出门的程敏猝不及防遭到一记重脚，暴躁的西加利质问程敏为什么又和金宇玩在一起了。金宇无奈回答只是问了点问题而已。西加利表示有什么问题来问他就行了，别去找金宇。程敏赶忙回答知道了，以后不要再打他了。得到满意回复后，西加利便问程敏接下来要去哪里。程敏表示要去德雷尔办点事。好巧啊，我也有事要去德雷尔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你那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看起来这么不乐意呢？其实并不是程敏不愿意和西加利同行，西加利是赤色魔塔的天才，将来很有可能成为魔塔主，和西加利走得近对程敏来说是天大的好处。可是程敏想不通为什么大家都对他这么好，如果大家和他的交情仅仅只是因为他背后的某种力量，如果德鲁是因为这种力量而失去了生命，那程敏如果和西加利同行，西加利会不会也和德鲁一样？所以程敏并不想与他同行。当时在山洞中看到吉伦的尸体，程敏当即把他的东西洗劫一空，果然疑心重的吉伦几乎将全身家当都带在身上，其中便有吉伦的看家本领百步神拳。西加利打断程敏的回忆，想什么呢？走吧。程敏忽然微笑着鞠躬致歉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忽然想起更重要的事，我要去少林寺还他们的秘籍去。西加利无语，那种满大街都在卖的秘籍你去还了干嘛？程敏努力找理由敷衍西加利，至少应该能换个人情吧。你不是有事要去德雷尔吗？抱歉，我们不能同行了。哈哈，正好我去少林寺也有点事，一起吧。其实西加利并不是有什么事，他就是想到处去走走。他发现在洛斯山的那段时光比在魔塔开心多了。程敏莫名想起了恶臭的西加利，迎接他的当然又是一记重拳。怎么样啊？现在没有什么意见了吧？程敏被西加利强按着疯狂点头。既然没意见，那我们就1周后出发哦，回去好好准备吧。真期待欢乐的旅途啊！回到住处的程敏拿出从吉伦那里搜刮到的小还丹，他毫不犹豫将丹药一口吞下。为了保护西加利，他需要变强。程敏静静等待药力发挥作用，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反应呢？按理来说，这种灵药会让内力在体内翻江倒海的呀，难道自己居然不需要运气，身体就自动吸收了小孩丹的所有内功？思及至此，程敏背后一凉，难道是因为这颗奇怪的黑色心脏？程敏不信邪的把搜刮来的血灵丹也吃了，确实血灵丹的药力也被瞬间吸收，现在程敏的内功几乎可以与绝世高手比肩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旅途他就放心多了。与此同时，从山洞中逃出来的李琦正躲在森林中琢磨着什么，忽然李琦喊了一声远处的女孩，而女孩正专注的做着自己的事，并没有回应他。艾琳呢？李琦又大喊了一声，女孩终于默默转过身，嘴里还
还在咀嚼着什么。李奇看着女孩的样子，不禁汗毛直竖。虽然艾琳娜是个半成品，但幸好服从魔法并没有失效。李奇温柔地给她擦着嘴：“乖女儿，你去醒来的地方把爸爸的另一个心脏拿回来。”艾琳娜乖乖点头：“你能做到吧？”艾琳娜又乖乖点头：“乖女儿，现在就出发吧。”艾琳娜二话不说，拔腿就朝着反方向冲去。李奇懵了：“乖女儿，你去哪里啊？不是那边那位？”艾琳娜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想去这边，她就是感觉这边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。而此时的程敏与西佳丽还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。这只骷髅生了个美丽的女儿，在她的悉心照料下，女儿乖巧又听话。这天，她让女儿帮她拿心脏，女儿二话不说奔朝反方向。艾琳娜并不是不听爸爸的话，而是因为这个方向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，让她的心脏砰砰狂跳。艾琳娜猛地拦在了两人前面，程敏和西佳丽感到莫名其妙，不知怎地。虽不认识面前的女孩，但她的出现让程敏感到十分难受。谁知还没等程敏开口，面前的女孩便直接伸出手掌，一瞬间，女孩的手便化作无数蠕动的触手，无数触手猛地朝程敏袭来，而程敏却仍呆愣原地。西佳丽惊骇不已，瞬间结出魔法球向女孩攻去。巨大的爆炸声过后，艾琳娜迅速收回了被烧焦的右手。一边的西佳丽怒斥程敏是不是想死，被攻击都不知道躲开。继而他又问程敏是不是认识这怪物，毕竟看着女孩蠕动的触手，确实不太像个人了。程敏咬牙切齿，这应该就是金色魔塔主所说的那颗心脏化成的怪物。这怪物能一招就将吉伦秒杀，以我的能力保护得了西佳丽吗？不，我必须做到。程敏坚定拿起长枪，怪物，我绝不会让你伤害西佳丽的。而一旁的艾琳娜此时已恢复完毕，举起巨大的触手朝程敏袭来。程敏吃力地抵挡着艾琳娜的触手，这怪物的力道居然比麦拉缝合怪更重。就在程敏快坚持不住时，西佳丽急忙让他闪开，一个巨大的火球瞬间轰然朝着艾琳娜轰去。避无可避的艾琳娜伸出触手阻挡，可她却没想到这火球竟会令她如此痛快。施法结束的西佳丽缓缓降落，很疼吧？虽然你有着很强的魔法抗性，但我的魔法可是混合了咒术的，不是一般的魔法哦。没等西佳丽说完，猛然出现剧烈的爆炸声，幸好程敏及时将西佳丽扑开。定睛一看，程敏满脸不可置信，刚刚艾琳娜居然使用了吉伦的百步神拳，就因为她吃了吉伦的心脏，所以吸收了吉伦的所有力量吗？真是怪物啊！艾琳娜丝毫不给程敏喘息的机会，继续展开疯狂攻击。她似乎永远不会感到累。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程敏，她终于开口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西佳丽艰难起身，别分心那小姑娘，我们可是有2个人呢。半张脸都被烧掉的艾琳娜怒火中烧，西佳丽却嘲讽地勾了勾手指，生气了呀？那你过来杀了我呀！艾琳娜猛地朝西佳丽冲去，殊不知弟弟突然伸出一双手紧紧抓住了她的脚。程敏趁此机会将长枪狠狠朝艾琳娜刺去，不曾想艾琳娜竟还是躲开了程敏的攻击。程敏惊骇不已，他竟把自己的腿给斩断了，并且就在短短的一瞬间，他被砍断的胳膊和腿就再生了。西佳丽无奈地挠头，烦死了烦死了，居然被我烧着的部位也再生了。程敏问西佳丽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西佳丽表示自己现在也无计可施了，这怪物身上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魔力。就在这时，程敏又遭到一记重创，口吐鲜血的程敏强撑着站起身。西佳丽惊骇欲绝，臭小子别死啊！就在艾琳娜准备给西佳丽最后一击时，程敏疯狂地怒吼着朝艾琳娜冲去。就在枪身迎上触手的一瞬间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艾琳娜的整只手臂轰然炸裂。最后一刻，艾琳娜都还在嘶吼着问程敏到底是谁。最终程敏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而枪尖依然直指艾琳娜。这次艾琳娜的伤口没有再愈合，她深深看了一眼程敏，留下我是艾琳娜5个字便转身走了。程敏与西佳丽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如释重负，终于程敏再也坚持不住倒下了。许久之后，程敏悠悠转醒，看到身旁的西佳丽，他忙问这是哪里。西佳丽告诉他这是附近的村子，而他已经昏迷了5天了。幸好程敏身体不错，再加上西佳丽的魔药，现在外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。这时候西佳丽假惺惺给了程敏一脚，让他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于是程敏就从进入山洞讨伐黑魔法师开始说起。许久之后，程敏终于说完，西佳丽默默坐下叹了口气，原来这小怪物是黑魔法师创造出来的，原来程敏的身体里住着一颗黑色心脏，怪不得那小女孩要追着你打，还有你去找金羽师去问这个事啊。话说你运气真好，要不是我跟着你，说不定你早被打死了。这时程敏忽然打断了他，你当时为什么不跑？那小孩的目标是我，而你的生命却受到了威胁，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跑掉的。西佳丽不悦道，你认为我是这种人吗？舍弃朋友自己逃跑？程敏连忙解释自己不是那意思。西佳丽无语地挠了挠头发，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释，有些事我该告诉你的。我的家乡在一场战争中被烧毁了，我所珍视的一切和最重要的人我都失去了，所以一开始我并不想和别人亲近，但是怎么办呢？你小子却入了我的眼，所以我怎么会放任你不管呢？别担心了，我是没那么容易死的，你自己先努力变强，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再说吧。程敏乖乖点头。西佳丽摆了摆手，既然听懂了，那我就去休息了。程敏心中满是感慨，随即他默默拿出一把小刀，慢慢在刀上凝聚出罡气。西佳丽说的没错，程敏只有变强才能保护身边的人。前不久的战斗中，要不是最后一刻使出了罡气，后果不敢想象。程敏释然一笑，没必要胡思乱想，只要努力变强就行了。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舟车劳顿的两人终于到了目的地铜陵镇。两人当即决定先去吃顿美食，其他的事慢慢再说。到达客栈的程敏刚想点个招牌菜，却发现四周尽是虎视眈眈的人。
生太美了，就连吃个饭都不得安宁。旁边全是贼眉鼠眼的大汉，与女生同桌的男人却说不是因为女生太美，而是因为自己太帅才吸引了他们。只因修炼到绝世高手会返璞归真，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。而程敏刚觉醒了罡气达成绝世高手的条件之一，但又不完全是绝世高手。西佳丽恍然大悟，原来是程敏外溢的内功吸引了那对苍蝇。突然楼上出现一道人声，你说谁是苍蝇呢？随着声音看去，原来是一位帅气逼人的美男。听到西佳丽的话不开心了，西佳丽无语，哪来的神经病？臭水沟里种韭菜，你算哪根葱？美男听完竟恬不知耻的继续说道，果然美丽的女人都是带刺的。西佳丽却再也受不了了，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，简直把我恶心的想死。美男这次似乎真的生气了，只见他猛地拔出长剑，我给你一个机会收回你刚刚的话，否则……话音未落，美男竟已不省人事。此时一旁缓缓走出一名男子，正是他用一枚硬币就击晕了刚刚的狂徒。男子双手抱拳自我介绍道，两位好，在下南宫奇，抱歉卷入你们的纠纷。西佳丽愉快回应，客气什么，还没谢谢你给我们解决麻烦。而一旁的程敏却正襟危坐，只因南宫奇一坐下便一直盯着他。程敏终于忍不住问南宫奇为什么一直盯着他。南宫奇感叹很少见到这么年轻的绝世高手，本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很优秀了，直到上次见到魏迟然深受打击，没想到那种年纪就能达到如此境界。程敏猛地打断了南宫奇，你见过魏迟然？南宫奇得意道，不久之前魏迟然来过此地，有幸见过一面。你与小天魔年纪相仿呢，武功虽不及他，不过也挺了不起了，我可以与你比试一场吗？程敏听到这话紧张的咽了口水，南宫奇赶忙微笑解释，只是看到强者忍不住想切磋一下而已，不必紧张。得知只是有意切磋，程敏当即应下。南宫奇高兴的手舞足蹈，谁输了就喊对方哥哥怎么样？程敏微笑点头，接下来两人便开始切磋前准备。程敏礼貌开口，请多多指教。南宫奇微微一笑，忽然间气势瞬间变强，你太谦虚了，来吧。程敏被这气场一震，不愧是南宫家的后起之秀，前世就已如雷贯耳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南宫奇瞬间使出幻影步伐，而程敏也不甘示弱，烛影之魂第一式，一步无影，用速度来兑换的步伐，有意思，尝尝我的吸字诀。程敏的武器竟被牢牢吸住，这下该怎么应对？长枪基本招式，拿，向内旋转，收回敌方的攻击，招式一落，顺势劈开了南宫奇的剑，不错不错，有两下子。九天五级枪第一式，追魂一杀。南宫奇剑花一舞，箭头调转方向，一个抬手拦下了程敏的长枪，手都震麻了，要是真枪威力将更大，看来我得认真起来了，我可不想被比我年纪小的人叫弟弟。程敏哈哈一笑，那这个赌不就对我比较有利吗？我输了也没损失，那你也不能敷衍了事哦，拿出真本事来吧。程敏猛地一退，南宫奇欺身而上，程敏长枪一扫，紧接着顺势回击，南宫奇堪堪一挡，程敏的长枪又被吸住了。这时南宫奇仍然从容不迫，而程敏却已招架不住，最终只能使用内功将南宫奇震开。九天五级枪第二式，分雷追魂。正在程敏以为要赢时，下一幕却让他震惊不已，只见南宫奇的剑直接破开了他的枪，下一秒剑尖已直指程敏咽喉，他无奈一笑，我输了。南宫哥，南宫奇拉起程敏，老弟，其实你的实力也是非常出众的，你的功力和我相差不大，并且对长枪的掌握实属上乘，只不过使用起高级招式有点粗糙，并且你对内功的使用也很生疏，老哥我赢在了经验啊，你再积累一些实战经验，我可就打不过你了。随即南宫奇邀请程敏一起去少林寺，程敏当即表示自己也正好要去少林寺呢，哈哈，好兄弟，真是缘分啊缘分啊。刚睡醒就看到两个傻子，西佳丽一阵无语。与此同时，在少林寺的某个山洞中，一位老僧莫名念叨着，该来的人终于来了。男人打了一架便认了个富二代哥哥，只因男人才18岁已是绝世高手，富二代也是个惜才之人，两人惺惺相惜，称兄道弟，相约去少林。第二天三人来到少林寺，高僧亲自到门口迎接他们。西佳丽震惊不已，怎么还有人来迎接？面子真大！原来这是4大家族继承人每年的进修日，另外3大家族早已到齐，就等着南宫奇了。4大家族分别是唐家、唐蝶、诸葛家、诸葛飞龙、慕容家、慕容花雪，当然还有南宫家、南宫奇。这些名字程敏在前世都听过。南宫奇给3人介绍自己绝世高手的弟弟，这消息让3人一阵羡慕，居然在4大家族竞争盟主的时候认了个这么有潜力的弟弟。诸葛飞龙催促南宫奇赶紧出发，南宫奇应下便和程敏告别了。随后程敏和西佳丽进到客厅内用斋饭，正在程敏思索着还了秘籍就去德雷尔时，一个小和尚忽然对程敏说方丈有请。程敏一脸疑惑，方丈怎么会找他呢？但他还是跟着小和尚来到一处山洞中，接着小和尚礼貌躬身便退下了。面前这位就是传闻中的怪佛，少林寺的方丈佛影大师。程敏疑惑不解，请问方丈找我所为何事？佛影悠悠说道，找你来当然是为你解惑，你身上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啊。程敏急忙跪下，还请方丈大师指点迷津。5年后，北边的万年积雪不化之地，你将会遇见改变你一生的人。黑雾渐渐散去，程敏不解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佛影哈哈一笑，刚刚是神灵附身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看着震惊的程敏，佛影解释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自己才被世人称为怪佛呀。看方丈不再多说，程敏也没有继续追问。接着他拿出了那几本少林秘籍，方丈丝毫不给面子，拿出这种烂大街的秘籍是想讨点什么吧？报酬还是得给的。拿去吃吧。程敏冷汗直冒，几本破秘籍居然能换到最好的雪灵丹。魏迟然说的果然不错，你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程敏心急如焚，方丈，魏迟然来过这里吗？
什么时候？佛影欲言又止。这个吗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就先和志和打一场吧，打完我自会告诉你。几招过后，程敏已累得瘫倒在地。如果和南宫崎的切磋算作一场比试，那么志和就像在戏弄小孩一样戏弄程敏。佛影询问志和，与程敏比试下来感受如何？志和欲言又止。实话说，比我预期要差很多。枪法的确是绝世枪法，但使用不出来也没用，并且不知为何，他有非常深厚的内功，却无法熟练运用。佛影顿时了然于心，这是很少出现的新气体不平衡。说罢，佛影就对程敏一阵鼓捣。程敏无语，只见佛影将自己的拐杖绑在了程敏脚上，随即佛影意味深长道：“这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心是武功，气是内功，体则是身体。心气体极度不平衡，人的2条腿一样长可以自由行走，而1条腿太长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如果再继续放任不管，10年之内必定走火入魔。魏迟然那孩子求过我，如果你来了就让我指导你，所以你放心在这里修炼吧。”说罢，程敏和志和便离开了山洞。志和询问程敏和自己交手有没有收获，程敏只是泄气地说自己已经苦修几年，可还是输给志和和南宫崎。志和却说程敏太操之过急，18岁能到如此境界已经很不错了。志和从小被少林重点培养，接受所有武僧指导，吃过的灵丹也不下2位数，即使是这样，他也赢不了魏迟然。前不久魏迟然只身来到少林，他狂妄地表示想要见识一下少林武功，但却没人能指责他的狂妄，只因他有这个狂妄的资本。之后的比武更让志和大吃一惊，志和惨败了，比你败给我的时候还惨。志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魏迟然究竟已达到什么境界，毕竟他也还没达到那个境界。回到住处的程敏和朋友们说自己暂时要留在少林了。南宫崎可惜道，原本想带程敏回南宫家呢，看来只能等以后了。而西佳丽打算到处去流浪，所以不会待在少林的。说着，西佳丽把程敏扑倒，使劲戳他痒痒肉。小兔崽子，快说你舍不得我！程敏痒得不停求饶，瞬间西佳丽停下了手中动作，难得的一脸正经看着程敏，傻小子，以后要好好修炼啊，不要天天挨揍。说着，西佳丽从口袋中翻找着什么，找到后呼的挂到程敏手上，戴好不要摘下来，这是我的心灵手环，无论在哪都可以传达信号，如果我有危险，第一时间就要来救我哦，知道吗？程敏坚定回答，明白，一定不辱使命。此时一旁的南宫崎羡慕的眼泪都要掉下来。第二天，南宫崎和西佳丽便和程敏告别了。程敏目送他们离去时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西佳丽，我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对我好的？怎么又是这个问题？我记得之前好像就说过了吧，第一眼见到你就莫名其妙的被你吸引了，这确实有点奇怪。不过和你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你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，你心术端正又讲道义，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。还有，你长得很帅啊。听到这里，程敏顿时喜笑颜开。西佳丽气急，你懂什么？你要是天天和一群干瘦老爷爷生活在魔塔，就知道有多痛苦了。玩笑过后还是得分别。程敏捏紧拳头，暗暗发誓，自己一定不会令朋友们失望的。回到修炼的山洞，程敏卸下了自己的铠甲和长枪，这些东西象征着过去轻而易举得到的一切。程敏要把自己那颗脆弱的心和舒适的过去一并留在这里。方丈大师说我5年后会遇到贵人，那位贵人到底是魏迟然还是白月影呢？先不管了，5年后我会走到什么程度，拭目以待吧。男人为了提升武功跑去少林寺修行，谁知指导他修行的和尚竟然比他还帅。一怒之下，男人打断了和尚的棍子。和尚不仅没有生气，还夸他进步神速，但和尚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冷汗直流。志和告诫程敏，凡事不可操之过急，在你刚会爬的时候，真正的天才早已会飞，但是切记修行路上不能绝望，不能飞就走，不能走就爬，不能爬就挪。程敏细细体会着志和的话，虽然魏迟然和白月影都曾教导过他，但显然他们都算不上好老师，因为他们都是天才，只会用自身的观点来教导程敏。而志和因为从小就受过无数武僧的指导，所以他非常善于引导程敏，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武器与程敏对练。程敏借此不断熟悉少林72绝艺，积累实战经验。他会针对性训练程敏迟钝的五感，使程敏不依赖自己敏锐的第六感。对于程敏的内功，志和更是满脸鄙视，不明来路得到的强大内功自己却运用不了，悟性很低，需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行。这段时间程敏觉得自己无比渺小，但他却越挫越勇。他更加拼命地挥舞长枪，更加认真体会内功的运用，日以继夜针对性锻炼五感，在坚持不懈的修炼中，季节变换。此时的程敏已在少林修行了半年，正在他思索着未来的路时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出现在身后，井底之蛙准备出井了吗？佛影意味深长说道，以你的武功可以在井底过好日子了，还想要什么？程敏坚定不移表示他想要的不多，只是想出去看看世界。佛影开怀大笑，不错不错，那你告诉我你这半年学会了什么？程敏谦虚表示自己才刚刚学会了爬行。佛影满意点头，很好很好。随即他转身离开，留下一句话，接下来你可以去学习行走了。程敏心领神会，目送佛影离开。时光飞逝，又1年过去了，直到今天程敏已来到少林1年半。这天训练结束，他忽然问志和为什么能不厌其烦地指导他武功，毕竟自己很弱，志和每天和自己比武也不会有什么收获，但志和却并没有这么想，也不理解程敏为什么会这么想。和程敏比武的时候，志和可以检验自己所学，少林武功玄奥高深，习武之路更是没有尽头，想走得更远，这些都是必经之路。这些话让程敏羞愧难当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问志和，也许是前世的自己过得太惨，没有被人帮助过，也许是身后那莫名的东西让他心有余悸，他担心志和的好心也是被那东西所影响。毕竟朋友们的好意对于重生后的程敏意义非凡，但是如果这些好意都只是因为身后的某种力量，
一想到这里，程敏便痛苦万分，不能继续再被这种事情折磨了。下定决心的程敏即刻朝山洞走去，没一会儿便找到了山洞中的佛影大师。程敏直接开口询问佛影为何自己能影响别人，让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。佛影似乎知道他早晚会问这个问题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直到现在才问。原来是因为程敏一直害怕面对真相，即使现在依然害怕，但他却不想再逃避了，所以希望佛影大师能告诉他背后的真相。佛影悠悠说道：“你背后的力量确实能干预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。别急，那也只是第一次见面能让人产生好感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是穷凶极恶之人，相处之后大家也会离你而去。”程敏急切问道：“所以之后的相处过程他们都不会受到影响吗？”没错，你过去结下的缘分并不是假的。听到此处，程敏再也忍不住哽咽起来。佛影感叹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别人见到你就不会被迫对你产生好感了。”程敏郑重点头：“那就麻烦方丈了。”这天南宫奇来看程敏，一见面便调侃程敏再不下山都快变成和尚了。程敏也打趣道：“我这不还没剃头呢吗？”说着南宫奇默默倒了一杯酒，倒完瞬间把酒杯掷向程敏。程敏轻轻一伸手，紧接着稳稳地接住了酒杯。两人对视，彼此都从对方眼神中看出了欣赏之意。南宫奇率先开口：“恭喜你武功大有进步。”接着他便说起自己心仪的慕容花雪居然嫁给了诸葛臭龙，为了忘记慕容花雪，他只能疯狂练剑，一不小心居然就练成了绝世高手。他醉醺醺问程敏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程敏没法评判，只能默默给他倒酒。接着南宫奇又开始语出惊人，第一次见程敏心跳加速，还以为自己取向不正常，这话把程敏惊得一激灵。南宫奇让程敏别紧张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。程敏放下心来，会心一笑，表示这样就太好了。在程敏22岁这年，他离开了少林，走之前佛影让他把一封信交给华山派掌门，而程敏本来就要去德雷尔找时间之神，而华山派正好在德雷尔。出发之前，程敏唤出了伯格。程敏这次想要买的东西是这个男人知道世上所有人的秘密，而他居然用这些秘密来赚钱。这天就刚好有人来买秘密了。程敏想知道剑圣尹奎与师姐白月影的下落，当然还有小天魔魏迟然的所有情报。白月影这几年一直在各地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。目前他所在的城市是鲁阳，而尹奎还是一样喜欢去寻找有名的武士对决。目前他正前往德雷尔找华山掌门，正好程敏也要去华山派，不知道这次是否能和尹奎见上一面。伯格表示最后还有关于小天魔魏迟然的情报。此时程敏一脸期待地看向伯格。小天魔魏迟然以超凡的武力吸引了众多追随者，这些追随者实力都在顶级以上，因此他也受到了许多势力的关注。关注他的其中一股势力便是血天魔白羽轩，而魏迟然此时正在不断朝北推进，不久应该就会进入白羽轩的领地。伯格预计双方见面肯定会发生冲突，并且他认为获胜方肯定是白羽轩，毕竟那是人家的地盘。程敏直接否定了伯格，他认为胜出者必定是魏迟然。随后程敏呆呆看着水晶球中的魏迟然，8年没见了，曾经的假小子变得真漂亮啊！程敏这傻样真是让人不忍直视，幸好他还知道要点脸。随后他又一本正经起来，他想起前世并没有听说过魏迟然和白羽轩发生冲突，并且这一世的魏迟然居然没有再女扮男装了，难道是因为程敏的重生改变了这些吗？程敏不禁为魏迟然担忧，可是现在又不能跑去助他一臂之力，毕竟他们约好10年后才能再次见面，所以现在的程敏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，他要遵守与魏迟然的约定，变得更强，因为他知道魏迟然会在顶峰等着自己，而此时的魏迟然却在为另一件事忧心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变成性感火辣的大美女。这时突然有人打断了魏迟然，男人称呼魏迟然为主君，并且尊敬询问他为何不多休息一会儿。魏迟然却不悦道：“我说了不要叫我主君，我并没有将你们收为手下，你们要跟着我，我不会阻拦，但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望。”魏迟然看着身后这群人，那期待的眼神越看越气，他忽然觉得这些人真是太烦了，要不然把他们都杀了算了。正在魏迟然无奈之时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来人正是血天魔白羽轩。听说你想和本座打一架是吗？魏迟然不屑表示自己只是想拿他练个手而已。白羽轩被这话气得不轻，我劝你别太嚣张，到时候你别……行了行了，魏迟然打断他，你先告诉我你用哪只手吃饭，回答我，毕竟我这人心肠好，到时候会给你留一只吃饭的手。与此同时，程敏也来到了华山派。程敏向阻拦的守门弟子表示自己是来送信的，弟子赶忙赔礼将程敏引进门。这时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你是不是洛斯山那个小鬼？”原来是尹奎前辈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！程敏惊讶道：“前辈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”尹奎回忆道：“在洛斯山的时光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，虽然当时的我看不见，但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功啊，时光如梭，没想到当时的小孩已经长这么大了，还变得这么厉害了。”随后尹奎摆摆手：“你有事就先去办吧，不用管我。”程敏欲言又止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，可他却没注意到身后2个守门弟子诡异的眼神，只因尹奎在这门外坐着已不是1天2天了。此时的尹奎心事重重，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只见他的双手已经开始哆哆嗦嗦，看着程敏远去的背影，尹奎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，已经追不上年轻人的脚步了。可是他不甘心啊，好胜心强的他从来不甘心就这么老去。与此同时，程敏也见到了华山派掌门青阳。程敏恭敬向掌门问好，并告知掌门自己是受佛影大师所托过来送信的。青阳满面笑容欢迎程敏，原来他一直等着这封信的，因为他曾拜托过佛影担任新任盟主。但当青阳打开信件，信上居然只有4个字：
我拒绝。青阳不高兴地将信往身后一甩，我就知道这该死的老头子会这样。紧接着青阳问程敏为何会认识尹奎，刚刚守门弟子说你们看起来挺熟。程敏确定道，是的，我们当初一起在洛斯山修炼过，他现在一直等在山门外。听到这里青阳一阵无语，尹奎想和我比武，但我并不想和他比。程敏犹豫着问道，我可以知道您不想与他比试的原因吗？青阳告诉程敏，其实自己也很享受与强者的对决，但是挑战者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格。如果是曾经的尹奎，我可能会接受挑战，但是此时的程敏已下山，而尹奎依然坐在山门口。程敏不可置信地问尹奎是否真的在修炼邪术。尹奎听到邪术两字不禁哈哈大笑，是青阳和你说的吗？程敏尴尬表示其实自己也不敢相信，而尹奎却没有正面回应，只是默默伸出双手，感叹自己每天都能感受到力量从指尖流失。他知道程敏现在还理解不了，因为程敏还年轻，感受不到无论怎么努力都回不到全盛时期那种绝望。就算沾染邪术，就算抛弃自尊心，我也想要更进一步。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？话音落下，随之而来的是两人的一阵沉默。良久之后，尹奎让程敏走了，不想让程敏看到自己这副模样。程敏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，只能悻悻离开了。不久之后，程敏终于来到了时间之神的神殿。程敏感叹这神殿真是太气派了。安子一直在寻找传说中的时间之神，这天他终于到达了时间之神的神殿。他不敢相信这小木屋竟会是神殿，但当他进去之后更傻了眼。这漂浮在空中的小男孩开口便让程敏滚出去，只因男孩看到了程敏胸口的封印，他抓耳挠腮抱怨洛斯女神竟然让这种麻烦的家伙来找他。随即男孩眼神凌厉盯着程敏问道，你是重生者吧？真是个大麻烦。程敏惊讶于男孩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秘密。男孩得意道，我可是时间之神戴尼勒，我知道关于时间的一切，见到你这种欺骗时间的人我很不开心，更别说你还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。程敏一阵无语，他不知道戴尼勒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戴尼勒反问他，你重生之后每天都和前世做一样的事吗？每天吃的食物、睡觉的时间、交往的朋友都和前世一样吗？程敏果断回答，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啊。戴尼勒不爽道，就是因为你这些不一样的行为改变了世界的发展，扰乱了原本的秩序，并且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，因为你而死去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你而改变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听完这些话的程敏难过又委屈，毕竟重生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呀。他很想知道这背后的秘密，但戴尼勒只是冷漠地看着他，表示无可奉告。随后他抬起手向程敏展示手腕上那无形的锁链，看到了吗？即使是神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，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谨言慎行，否则我们就得做好灭亡的准备。这些话刷新了程敏的认知，将他惊出一身冷汗。突然戴尼勒嘲讽道，你看这不就来了，我只不过提了点皮毛而已，怎么就这么着急呢？随即他问程敏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，程敏当然感觉到了，这种恐惧感在洛斯和金羽那里就承受不。戴尼勒对着裂缝轻轻抬手，抱歉啊，我不会再继续说了，你退下吧。随着声音落下，裂缝渐渐消失，程敏还想张口，却被戴尼勒厌烦地打断，你难道还想继续问下去吗？程敏如鲠在喉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不过他还是不甘心，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人能给我答案了吗？这时戴尼勒却说出了一个名字，有个名叫维恩鲁的人用另一种方式扰乱了因果法则，你可以去找他问问。随后戴尼勒便下了逐客令，谁知程敏却不走，他请求戴尼勒给他时间之神的考验。戴尼勒眼神一凛，这才是你来找我的真实目的吧？看来你已经通过的洛斯的考验，所以他才让你过来的。程敏开心不已，是的，洛斯女神让我请求您给我一些考验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，我的考验可不是那种设定目标去达成就行的，那种考验太愉悦了，之前那些接受考验的人比你优秀太多了，但他们全都疯了，死了。下一秒程敏就被时间之神给扔出了神殿。程敏思考着戴尼勒最后说的话，滚回去考虑清楚，不想活了再过来。于是程敏只能先回村子。回村之后，程敏便听说了尹奎夜袭青阳的事。可是程敏在上一世根本就没听说青阳被人杀了呀，而尹奎是在1年后与魏迟然的打斗中死的。难道这些事都是因为程敏的重生改变了吗？不知不觉程敏竟无意中走到了华山，还被华山弟子拦住了去路。程敏奇怪为什么不让他上山，弟子们说现在所有华山弟子都在捉拿尹奎，任何人不得上山。红脸弟子咬牙切齿，尹奎用恶毒的巫术杀害了他们掌门，华山派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此时黄毛弟子忽然大吼，声称昨天他见到程敏和尹奎聊天，肯定是尹奎的同党。说罢他们竟直接拔出长剑准备收拾程敏，而程敏见此也毫不犹豫拿出武器，他才不想平白承受这些无妄之灾，重生又不是他的错，凭什么让他负责？此时程敏的思绪已经开始混乱，他一枪将红脸弟子打飞，现在的他如同一只发怒的野兽，不知为何他现在一心只想见到尹奎。突然远处有人喊了一声程敏，那人继续说道，缘分真是奇妙啊，竟然在这里碰到你，来人竟是魔法师金羽。他还在不停对程敏絮絮叨叨，红脸弟子打断了他，您居然认识这个人？金羽摆摆手，怎么了？和你有关系吗？红脸弟子气愤地指着程敏，这人是尹奎的同党，您也看到了，是他先打我的。金羽冷下脸问程敏是要上山去帮尹奎吗？程敏无所谓，表示自己也不清楚。听到这话，金羽假装思索了3秒钟，忽然他开心地对程敏说，那我愿意做你的同党哦。这话可把红脸弟子吓得不轻，接着他亲昵地靠近程敏，如果你们不带他上山，那我也就不去了，不过你们不用担心，如果程敏做错了，我会帮你们杀掉他的。红脸弟子犹豫着答应下来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走吧。路途中程敏询问金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你会来这里？金羽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他让程敏亲眼看看就明白了。